这是做梦吧？安静鱼，为了你，我连这种狗血玛丽苏宫斗小说我都已经看完了，所以这么一定要……不是，什么鬼地方？奉兰贵妃懿旨，送范氏宫女叶瑾上路。不是什么叶瑾，什么贵妃，你别动手动脚，把话说清楚。范氏宫女叶瑾，你杀害秋玉小主，罪证确凿，还敢装疯卖傻？叶瑾，不就一朝为后里面那个第一章就死的炮灰宫女吗？我传说了，怎么就传在这个倒霉蛋身上？让开！疼死了！传说是吧？行，那就别怪我有金手指大杀四方了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……带走！怎么回事？娘娘，前面是端妃娘娘的步辇挡了路。贵妃姐姐恕罪，妾身有孕在身，实在不方便下辇行礼。端妃妹妹身子金贵，本宫岂敢受你的礼呀？太后身体不适，妾身听闻，立刻前来探望。倒是姐姐，怎么此刻才来呀？本宫奉命掌管六宫，事务繁忙，不像妹妹如此清闲。妹妹的步辇堵在宫门口，莫非是想让本宫绕道而行？太后怜惜臣妾怀胎不易，特许本宫能乘辇入内。这不是恰好遇上了姐姐，才特地停下敬礼。倒是不知给姐姐带来了不便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碧清，扶本宫下榻，步行几步，也算为太后尽孝。瞧他那嚣张的样子，以为怀了龙嗣就能母凭子贵，越过娘娘不成？母凭子贵，暂且让他先得意几日吧。巳时已到，我看你这条贱命算是到头了。等一下，我怀了14爷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胡说？我说我怀孕了。掌杀皇室血脉，你们谁担当得起？王爷，我得罪了。王爷，慎刑司押来一个宫婢，声称怀有您的骨血。荒谬！本王入宫侍疾还不足半月。就是嘛，想用此等手段来污王爷名声，简直太拙劣了。带上来看看。这，进。
怀了本王的孩子。安静鱼，为了你，我连这种狗血玛丽苏宫斗小说我都已经看完了，你怎么也穿了？大胆，14爷问你话呢。安静鱼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是与你同行的一员，我们上个月还在香港跟你应援来着。王爷，此女疯疯癫癫，依奴才看，没有问下去的必要。来，西雪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哎，不是，王爷，让开！让开！王爷，我知道一个你的秘密，你的后腰下方、屁股上方有一个红色胎记，状如枫叶。曾经有叔叔说这是天命之兆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太后的病我能治，一会儿太后就要晕倒，之后晕倒的频率会越来越高。相信我，我能治，求求你救我一命。14爷，太后娘娘又晕倒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王爷，求求你相信我，求求你，王爷。皇娘病情如何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久患消渴症，近日频频昏厥，恐为气血亏耗，病势健身之兆。莫非就无可治之法？消渴症历来难治，尚无根治之法，只可调理缓解。太后娘娘平日素喜甜食，又不爱走动，皆为此病之大忌。臣等多次进谏，可太后不肯采纳，臣实在是束手无策呀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太后的病我能治。我学医8年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接手了祖传的中医馆，怎么一眨眼，我居然穿成了开局就死的炮灰宫女！老天保佑！我学医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替人当垫背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大明星赵咪吗？她也穿过来了。不对，赵咪演技可没有这么自然。她是赵咪在剧里演的女主智慧。我记得你说过最爱吃家乡的藕夹和姜烧鸡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来，趁热吃。我谢谢你啊，还赏我一顿断头饭。你不要胡说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我看小说的时候可是最烦你这种白莲花女主了。啊，推动剧情全靠反派，得手了之后还在那儿装可怜装无辜。叶瑾是含冤而死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你露面，这个时候你在这儿装白莲花？来，趁热吃。啊？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哎，难道他听不到？跟剧情无关的或者破坏剧情的话都会被屏蔽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凶手就是你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凶手就是你。我全看见了，你是怎么诱秋玉去的假山，怎么引他上钩，怎么得手之后在那儿装惊慌失措，我可是全都看见了。明明杀人的是你，为什么最后死的却是我呢？对不起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说说吧。他知道了我的身世，
拿这个威胁我，我不得不杀了他。我不知道此事会牵连到你，若我早知道，现在知道也不迟。你别光说对不起了，你还是有机会补救的。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智慧小主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回了。你要是真想救我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去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的。不是智慧。智慧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要是死了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回去。皇上，皇上，太后凤体如何？臣妾日日焚香为太后祈福，盼她早日康复啊。你们二人如何在这里？臣妾等担心太后，特意赶来示警。太后需静养，不喜喧扰。你们若真是有孝心，就不要跑到这里来添乱。等太后有好转之后再说。皇上，臣妾近日得了件宝贝，是盛世年间遗作。听闻乃太后幼时所绘，若太后病中能看一眼，兴许能安神宁心呢。哎呀，慈禧，传太医。来人，传太医。皇上，不用太医，是皇儿在替臣妾。皇上，哎呀，他又啼了。皇上，你摸摸看，皇儿日日不肯安生，一定是想他父皇了。皇上，你要多来看看我们呀。罢了，朕今日就陪你回宫，也好让这顽皮小子安生一些。皇上，那幅画是臣妾特地从库房里翻出来的，您还没过目呢。朕今日去端妃宫里，改日再来与贵妃叙话。皇上，死不死？死不死？死？死的话，应该就能回家了吧？不行，太疼了。宫女叶瑾，出来。走吧，有贵人要见你。什么贵人？去了自然就知道，话真多。哼，神神秘秘的，哎，这一趟是祸还是福啊？去吧，贵人就在里面。奴婢叶瑾见过贵人。宫女叶瑾，若你能诊出这贵人的病，便可活命。知道我会治病的只有14爷，今日这幕后之人必是14爷无疑，只是不知道这病人是谁。
骨节分明不是女人的手，病人是个男人。虎口、手掌皆有薄茧，病人是个练武之人。指上有佩戴扳指的印痕，这手的主人身份不低，莫非是？这只手的主人身体强壮，但有隐疾。若隐疾不除，恐怕难活过20岁。大胆！你这奴才简直胡说八道！讳疾忌医可是大忌。帐子后面的贵人，您天资聪颖，但是心思过重。能看清自己的命运，却无能为力，久而久之就忧思成了心疾。您还有失眠症，每天夜晚都难以入睡。若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，还常常伴有噩梦，偶尔头痛欲裂。我说的对吧？那依你所说，本王该如何？自然是留我这个神医在您身边，慢慢治愈您。放肆！竟敢调戏王爷！你倒是有些门道。你说你能治好太后的病，有几分把握？10分把握。只要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保证让太后的病有起色。好啊，那本王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你治好太后的病，本王留你一条性命。没问题，我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去慈宁宫报道。王爷，您真的信他？奴才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个江湖骗子。病急乱投医罢了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本王都愿意为皇额娘一试。可这样一来，兰贵妃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秀女遇害是她一手查办，好不容易抓了个凶手，这得罪不得罪的，与本王又如何？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跟我的偶像亲密接触了。虽然说不是本人，但是长得一模一样啊，也算是绝佳代餐。这个穿越太值了。想我出身中医世家，手握现代医学，又熟读小说剧情，只要轻轻松松略施小计，就能够逆天改命，轻轻松松在这宫里立足。这卦开的，我才是天命主角吧。要是再能够跟安静怡发展一段旷世绝恋，那就值了。额娘，你怎么不吃呀？清汤寡水。唉，额娘都要淡出水了。儿臣刚尝了这豆腐，觉得味道不淡呢。你呀，你偶尔陪额娘用顿膳，当然觉得这新奇可口。可是额娘呢，日日顿顿吃这些，哎呀，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额娘，太后娘娘，小厨房里给您送点心来了。小厨房里新来了一个厨子，说是会做祖传的无糖点心，小可症病人也能吃。哦，带上来。奴婢叩见太后，叩见王爷。你就是小厨房新来的厨子？正是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确定这糕点消渴症病人也能吃？当然。太后，您放心，我呢都是采用了升糖比较慢的纯天然食材制作的，一点糖都没放。当然了，这点心呢毕竟还是点心，一次性不能吃太多，但是偶尔要解馋的话，吃点还是没问题的。额娘，尝尝。
这味道哀家喜欢。赏。多谢太后。这是得赏了。太后娘娘，这萧可正的治疗关键不仅在于饮食，也在于运动。运动？哎呀，哀家素有腿疾，实在不宜运动。今天不是走来走去这种，今天呢，咱们玩一个新花样。在奴婢的家乡有一个舒筋活血的运动，叫做广播体操。看好了，开始之前先原地踏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节是扩胸运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吧，太后，咱们试一下。哎，慢点，那哀家试一下。我们先来一个原地踏步，活动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夜景，怕不是疯了吧？其实呢，菜肴也是同理，吃的健康跟吃的美味并不冲突。这又如何说？萧可正呢，最忌吃的油腻，但并不是一点荤腥都不能吃。相反，适量吃一点荤腥呢，更有利于身体健康，也有利于病情。佛祖上呢，奴婢祖上对萧可正颇有研究，也知道一些萧可正的食谱，都可愿意献给太后。可别说啊，今儿活动一番，倒觉得浑身清爽。这个呀，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更多招没使出来呢。咱们继续。好，继续。把太后还行吗？弄得服服帖帖的。太后请吧。且不说他利不利于萧可正，单这口味，合哀家口味，赏。多谢太后。我熟读原著小说，自然知道您的口味。这开挂的人生就是不一样。接下来，奴婢给您用的这个叫做泰式无痛按压疗法。这比太医院那些老头子强多了。叶姐啊，你真是哀家的贴心人，赏。哎呀，但是风光归风光，终究不是现实世界，还是得想办法回去才行。十四爷，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本王誓守此地，绝不退让。王爷，您又做噩梦了。7年了，还是那场梦。
这宫门怎么这么眼熟？我穿越到这儿，会不会跟这扇门有关系？再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眼。好歹我得确认一下，那个胎记的位置是不是在那儿？谁？站住！是你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为何在此？我为何在此？你以为我想在这儿啊？如果不是为了找 bug， 找那个穿越之门，我干嘛叠着个大太阳跑这儿来？神经病啊我！真是。bug 是何意？穿越之门又是何物？你能听到我讲话？当然，本王又不是聋子。我的 OOC 台词不是被屏蔽了吗？女主听了没反应，14为何能听到？还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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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你问本王，本王又该问谁？这业绩，一时谎称怀了王爷的骨血，一时又口无遮拦，以言语调戏王爷。现在倒好，竟然强吻您，简直是奴才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宫女。确实大胆。太险了，差点翻车，还好我机灵，一吻化解危机。就是可惜了，我的初吻给了个纸片人。奴才打小跟着您，知道您最烦这种攀龙附凤的宫人。可这叶锦，王爷怎么净由着他胡闹？这要是传到太后的耳朵里，恐怕又要多生事端了。那岂不是更有趣？这宫门确实跟海报上一模一样。婉娘，皇儿今日脸色这么差，身体可有不适？要不要传个太医来瞧瞧？母后，不必了，儿臣只是昨夜没睡好。奴婢见过太后，见过王爷。太
太后，早上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这杯安神茶是奴婢特意为王爷准备的。王爷，这里面放了百合、莲枣、酸枣仁儿，能安神缓解焦虑，对睡眠不好的人最有用了。焦虑？你怎么知道本王睡眠不好？王爷忘了，奴婢给你把过脉的。太后，王爷这个情况呢，是属于焦虑症，忧思过度，心神难安，不但难以入睡，入睡后还多噩梦，长此以往，这头痛症发作的会愈加频繁。竟有此事，皇儿，为何你从未和额娘说过？母后，儿臣怕母后担心。瑞珠，传个太医来诊脉。不必了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这叶锦姑娘说她能治，那就让她来替本王医治吧。此病你也能治？倒是可以一试，只不过，奴婢有个条件，不是要讨价还价，而是奴婢治病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必须是病人配合。如果动不动就被质疑、被否定、被打断，那这个病奴婢确实没法治。大胆！奴婢给主子立规矩，这宫里还头一遭。你胆子不小，口气也不小。不过哀家惜才，今日你就让哀家见识见识，在你这衣规下，到底有几分真本事？是。太后，王爷，这个是奴婢特制的香囊，薰衣草安神，陈皮理气，远志通窍。比例呢也是多次实验过的，对于治疗失眠最管用了。这支竹管仿照的是民间医家的耳穴调理棒，用来刺激耳廓神经，辅佐神经性失眠治疗，看似简单，但最管用。此物如此简陋，当真能治病？王爷试一试就知道了。那奴婢开始啦。王爷，本王失眠，又不是有耳疾。王爷，刚说了要配合治疗，这才刚开始就要食言吗？本王没有食言。那奴婢开始啦。原来是害羞啊，这么纯情。王爷，接下来刺激的是耳神门穴，按压时会有酸胀感，请您忍一下，配合我的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慢吸，慢呼。王爷竟真的睡着了。这木棍，没想到这小小的木棍竟有如此的奇效。这只是小手段，只是帮助王爷暂时缓解压力罢了。真的要调理的话，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。你这丫头还是有几分能耐。那以后14这个叫什么什么焦虑症就交由你调理了。奴婢不负太后嘱托，一定竭尽所能，保王爷身心安泰。这条石子路，奴婢是按照脚底69个重要穴位排布的，走3圈能胜过喝3年汤药。您要是不信，那奴婢走给您试试看。看，很轻松吧？哦，这一条是脾经，主消化的。要是这个走得狠的话，今天晚上少吃2碗饭都不会饿。轻松。这条是主肾经，主精气。王爷，您夜不能寐，夜里常醒，主要就是因为这儿不通。好了，嘿，
很轻松的，王爷。难不成您比小女子还怕痛？多谢。王爷，请吧。痛吧？不痛。你这是子路。王爷，痛就对了，痛说明您这病还有的治。那要是真不痛了，就危险了。来，再走一步。停。这块主肾经，主要就是针对您的问题。王爷坚持住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还行吗？没事儿。来，再走一步。好，只要能够走到头，今天晚上就不给您安排药浴了。准备好啊！爷这次可真是遇到克星了。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。唉，不必。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呢，王爷这个涌泉穴应该是通一半了。睡前泡脚，加点生姜，再敷个安神膏，这今晚应该是个好眠。倘若今晚没有好眠呢？那就明早再来走一趟，但这个石子可能得再尖锐一点。不必。本王坚信，今夜定有好眠。擦擦汗。王爷，王爷，太后吩咐了，令王爷一定要遵医嘱。当初也是您要求要让叶锦姑娘治疗的，如今若是临阵脱逃，未免失了风度。王爷，药浴已经泡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这男女授受不亲，药浴刮痧之法，宫中太医不乏精通者，就不劳叶锦姑娘亲自动手了。传太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可是我沈氏独门秘方，岂能外传？王爷放心，医者心中只有患者，不分男女。佛言：心若清净，所见亦净；心若浑浊，所见皆染尘埃。奴婢的心坦坦荡荡。莫非王爷这颗心不那么清净？本王心中自也是坦坦荡荡。嘿，那既然你我都坦坦荡荡，那就开始吧。更衣。王爷，水温适中，不凉不烫。等您泡1刻钟后，我就开始给您刮痧。
王爷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王爷，请您起身。王爷，开始。王爷，你不会是怕痛吧？本王只是一时不备。痛则不通，不通则痛，只要是刮通了就好了。您坚持一下。坚持一下。王爷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本王就不该嘴贱，让他替本王治病。你也不拦着点儿。是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轻点儿。哎，本王今天让那叶锦弄得浑身都疼。叶锦姑娘倒是狠得下手。王爷，您这背上的血痕，连奴才见了都心惊。可是说来也奇怪，王爷，您的脸色确实比前2日红润了不少。红润个屁！那是刮痧刮出来的淤印，他那牛角板跟杀猪刀似的。原来叶锦姑娘的法子还真挺管用。太后娘娘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，用乌梅、山楂、麦芽，再辅以佛手、薄荷，虽无糖，但自带一缕甘香，可健脾化滞、利水消渴。哦，哀家来试试。怎么样？比太医院的汤药顺口多了。哎呀，前段时间哀家是一口汤药也喝不下去，如今这胃口竟也好了。还有14，最近听说14的睡眠也好了很多。唉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宫女，竟比御医强。这个奴婢可不敢邀功，都是奴婢祖上传下来的秘方。你的祖上是曾出过名医吗？名医谈不上，不过奴婢确实是世家行医，属于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已。再加上奴婢从小有些天分，也喜欢听祖父讲病理治方，长大之后也时常去翻阅一些古方啊医书，稍作改良，所以这些方子颇有效果。可见女子若肯钻研，不比那些男子差。你这姑娘哀家喜欢，让你做个普通的宫女是屈才了。瑞珠，打今儿起，叶锦升为慈宁宫私膳房宫女，专司膳食一事。是，太后。谢太后隆恩。大家好呀！这就是新来的太后心头肉，也不知用了什么运动。才进宫几个月吧，膳房几10年没换过人，她却踩着仙鹤上天。哟，叶锦姑娘驾到了。听说你一碗药汤就得了太后她老人家的赏识，这年纪轻轻便有这手艺，怕不是哪位神仙转世啊？太后娘娘才是真神仙，咱们呀都是神仙底下炼丹的童子。这丹若炼成了，皆大欢喜；这丹若是炼废了，谁都没有好下场。这个是新膳谱，太后娘娘试吃了3日，气色好了，食欲也开了。从今日起，
慈宁宫早晚饮食皆按照此执行，谁敢擅改，出了问题都送去慎刑司。叶锦姑娘好大的威风，这头一日上任，倒给老奴好一个下马威啊！哎，春姑姑，您是宫里老人了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哪敢跟您争锋啊？只是这慈宁宫最近在查账，春姑姑负责采买多年，这贪墨的银两足够养老了。光是兰贵妃的那几笔赏银就不是小数。颤抖吧，你们这些 NPC！ 我一个开挂的传书者，还收拾不了你们。叶简姐姐，瑞珠姐姐差奴婢来传话，太后娘娘明日留兰贵妃和端贵妃2位娘娘用膳，吩咐小书房多添几道菜，请您这边早些准备。知道了。这两个妃子凑一起，就没个好事儿。我这第一天上任就给我整这么刺激。见过太后，见过2位娘娘。听闻太后宫中换了新御厨，这道茯苓桂花糕做得精妙，甜中带香，色泽幽微。只是为何只有臣妾这边有？回贵妃娘娘，奴婢知道您最喜欢这道糕点，便依照您的口味特意备制，故只此一份。倒是有心了。只是听说有孕之人口味多变，不若也请端妃妹妹尝一块，若合她口，日后也好叫膳房多备些。等一下，恕奴婢冒昧，奴婢瞧着这糕点之上像是有白屑，恐怕是不慎误入了丁香粉。丁香粉那又如何？回太后，丁香温中散寒，用以糕点增香最好不过。只是孕妇最好忌口，若不小心吃了，轻则腹痛，重则引发冻胎，所以奴婢不敢轻忽此事。真是危言耸听，本宫从未听说过丁香粉会对孕妇不利，怎的在你口中倒偏就成了致命的毒药？休要小题大做，挑拨离间。贵妃姐姐有所不知，妾身自小便对这丁香粉不适，若非这位宫女及时提醒，今日误食，恐怕不止腹痛这么简单。今日这糕点掌勺者是谁？太后恕罪，此糕点是由奴婢掌勺，奴婢只是严格遵照叶锦姑娘的配方，并无增添配料。如今这膳房由叶锦姑娘掌管，这所有的菜品均由她亲验后方可上桌。奴婢只是照章行事，实在不知怎会出了纰漏。叶锦，你来说。回太后，糕品出锅时，奴婢亲自试吃过，当时味觉有异。只是端妃娘娘桌上这份糕点，明显是掺了丁香粉，
显然是在半路被人调了包。在这后宫，仅凭怀疑可不行，你得拿出真凭实据。回贵妃娘娘，在奴婢的家乡，食品安全可是重中之重。根据奴婢家乡的规矩，自从接管小厨房以来，按照家乡的习惯，特意设置了菜品留样制度。若太后允许，可传留样糕点与端妃娘娘桌上的糕点做比对，便可明辨真假。瑞珠，来人！太后请看，这是留样糕点，色泽微黄，松软有纹。而端妃娘娘桌上的这一份糕点，色浅且泛白，糕缝之间有明显细屑残留，显然这不是出自同一国。果然是有人调包。是谁竟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行此下作之事？奴婢记得这锅糕点出锅时是由春姑负责的，如果不是春姑中途失职，或者有人私下授意，想必旁人不敢轻易调换吧。太后恕罪，奴婢冤枉了。来人，将春姑打入慎刑司，仔细审问，务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太后，奴婢冤枉！太后，太后。叶瑾，你那食品留样和迁验封签之法倒是极为妥当。这宫中嘛，诸事繁杂，但以吃食最为根本。以后宫中膳食皆依叶瑾所言，膳后食材、汤羹、点心皆封存3日，厨房进出亦迁验封签，错一处皆需追查。是，太后娘娘英明。若早先行此法，也不至于今日叫奸人有机可乘。叩见贵妃娘娘。奴婢叩见贵妃娘娘。叶瑾是吧？真是好本事！前几日还是个等死的阶下囚，如今摇身一变，倒成了太后跟前的红人，连春姑这样入宫20余年的老人都栽在你手里。不过你可知，在这后宫跟本宫作对的人，会有何下场？奴婢只是做分内之事，无心与娘娘为敌。是吗？恕奴婢冒昧。娘娘最近是否常觉小腹隐痛？夜里冷热交替，刺痛难眠，吃得稍多则小腹胀闷，不吃又觉得小腹阵阵绞痛。你这是何意？奴婢略懂些医术，尤善妇科。贵妃娘娘脸泛清白，唇干气虚，眼角有红筋，这是典型的血瘀宫寒之症。此症顽固，很难根断，极易反复。想必娘娘也已经寻过太医了，但是男女有别，太医虽医术高明，却不敢细查于内症，所开也多为温补之方，只解一时，难达根本。但这病，奴婢能治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奴婢不敢妄言，只是见娘娘神色有异，担心耽误了病情。此病若拖久了，怕是损了气血，伤了根本。来日即便再得恩宠，也怕是难成那份喜脉呢。娘娘，奴婢记得3个月前夜里，您曾因腹痛唤人，太医说是寒气入腹，可这药连换了几副都不见效。那依你之见，本宫该如何医治？每日当以艾草、益母草熏蒸驱寒，再配以药膏温敷关元与命门之处，
3日便可缓痛，7日便可见效。此法通络而不伤元，调经而不扰宫。若是娘娘信任奴婢，不妨用此法试上一试。这几夜倒真安生了些，虽腹中还有些微胀，但已疼得不厉害。奴婢也觉得娘娘脸上有了些血色，眼角也不再发青，这药熏之法还真是有奇效。想不到那叶锦竟还真有几分本事。碧清，奴婢在。你去库房挑5匹上好的绸缎，他既有这手段，也该赏他些颜面。再一会儿叫他过来替本宫复诊，记得说话客气些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娘娘赏他如此体面，他定会感激在心。这几日怎么越发臃肿了？脸都胖了一圈，妆都化不匀了。娘娘身子贵重，这般气色丰润，是福相呢。皇上最不喜这等福相，若再胖下去，皇上恐怕都不愿意再来本宫这里了。娘娘可还记得太后宫里那位名为叶锦的宫女？啊，就是上次帮娘娘解围的那位。本宫自然记得。听说她医术精湛，尤善药膳调理。奴婢昨日陪娘娘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看到太后气色上佳，显然是多亏了她的调理。要不奴婢去请她过来一趟，说不定能解娘娘的烦忧呢。好，珍儿，你去库房拿锦缎5匹，珠钗1套，再配上一封手信，就说上次感谢他替本宫解围，顺便再让他来一趟叙话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叶锦姑娘，叶锦姑娘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今日你可不许与我相争。兰贵妃，端妃，宫中规矩，哪有什么先来后到，都是各凭本事。贵妃娘娘说了，这些赏赐不过是小意思，后头还有重赏。我们娘娘也有重赏，而且更丰厚。宫里谁不知道，我家娘娘是最大方的。大不大方，得靠银子说话呀。行，都是不能轻易开罪的主，选谁都等于往枪口上撞。两位娘娘抬爱，叶锦实在是惶恐，娘娘喊召，应该是立刻前往了。只是奴婢今日时间不允许，因为14爷吩咐奴婢去为他准备药浴，若是耽误了时辰，叶锦这个小命就不保。当然，两位娘娘的情况，奴婢也是清楚的。我这里准备了2份药方，你们各取1份，只管回去复命。娘娘赏赐实在是惶恐，只是无功不能受禄的。若这个药方起效了，到时候再赏也不迟。王爷，他拿您当挡箭牌呢。拿本王当挡箭牌，他胆子倒是不小。就是，那女人简直无法无天，什么大白天伺候沐浴，这不当众搅浑水，引人遐想吗？简直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破坏您的名声，罪该万死。本王的名声反正也不怎么样，他用一下倒是无妨。本王感兴趣的是他那一身的医术、日常谈吐，还有时不时蹦出来的那些奇怪字眼，让本王觉得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宫女。那王爷是怀疑她另有来历，要不要派人查一下她底细？何必兴师动众呢？让本王亲自一试，岂不是更快、更有趣？
皇上驾到！这是什么阵势？贵妃这是在忙什么？回皇上，娘娘近日身体不适，太后宫里的叶锦姑娘给娘娘开了药方，以药熏之法调养身体。娘娘试了2日，说极未见效，便日日施行。荒谬至极！端妃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皇上，胡闹！你怀着龙胎，怎可如此胡来？若是伤了胎气，如何是好？皇上息怒，臣妾是从太后娘娘宫里那位叶锦姑娘教臣妾的瑜伽养胎术，说是可以稳养胎气，还可以控制体重呢。臣妾试了2日，腰也不酸了，气都顺了，身体还轻盈了不少呢。又是叶锦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叩见皇上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太后还没有服药吗？请皇上明察，太后自前日起就不再服用老臣开的方子，臣日候在此地，苦口婆心相劝，太后仍执意不肯服药。可是药味太苦。并非如此，据宫人所言，太后近来信任一位名叫叶锦的宫女，此女自称祖上为御医，一口气废了臣的方子，改以无糖羹汤滋补调养，还教太后每日起身跳一套什么扭腰舒气法。扭腰舒气法？是的，太后说跳完之后胃口开，气也顺，连手脚冰凉也缓了些。可臣以为不过是噱头，毫无章法。如此之人是如何入的慈宁宫？听说是14爷亲自荐来的人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奴婢见过王爷，王爷不是一向抵触奴婢的医术吗？怎么今日主动叫奴婢过来施针了？用了你的法子，确实有几分用处。本王最近睡眠好了不少。太好了。王爷，那我们开始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奴婢拜见皇上。皇兄，施针。大胆贱婢，竟敢在王爷身上动针！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皇兄莫怪，是臣弟吩咐他这么做的。臣弟最近久睡难安，百药无效。他说他有法子，臣弟才想着让他试一试。荒唐！一个宫婢，竟敢妄言医术！皇兄，这叶锦可不是普通的宫婢，她有着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。皇娘自从施了她的无糖善典之后，病情有了些许好转，而且深夜也不再惊扰。我想着她的法子定有可取之处。看来
你也被他蛊惑的不浅了。一个杀害秀女的嫌犯，究竟给你喂了什么迷魂汤？你把他从慎刑司放出来，又安排进太后的慈宁宫，朕岂能容他再继续妄为？来人！皇上，宫女叶瑾妄言妻主扰乱衣礼，致太后病情耽误，实乃大罪，即刻发入新者库，为最低建议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我冤枉我，十四爷，你得救我啊！皇兄既已有定夺，臣弟自无异议。带走！不是，十四王爷，你得救我啊！你这王八蛋！午膳之前把这些活全部干完，干不完别想用膳。宋姑姑，为什么别人就洗那么点，我要洗这么多？哟，就算同为换衣奴，也分3、6、9等，就你是这里最末等的贱婢。皇上的旨意既是如此，你若是有意见，不妨亲自去问皇上。狗屁！你说什么？我说皇上圣明，皇好的。切！本来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一路能逆袭开挂，皇上一句话就来到这儿，剧情知道再多有什么用？哟，这是谁啊？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吗？怎么今天沦落到如此下场？哎呦喂，原来是春姑啊！上次你闯了那么大祸，我还以为你早就被逐出宫门了，没想到只是被罚入这小小新者库。看来你在宫中多年，果然树大根深。这些衣服在傍晚之前必须洗得一尘不染，若是有一丝的印痕，唯你是我。本来以为跟十四爷多少有点情分，以前落难的时候帮过我，也护过我。还给我！我来，再走一步。停！王爷坚持住啊！1、2、4、5，只要能够走到头，就不给您安排药浴了。这叶瑾可不是普通的宫婢，她有着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。皇娘自从施了她的无糖膳点之后，病情有了些许好转，而且深夜也不再惊扰。你也被她蛊惑的不浅呢。带走！不是，十四王爷，你得救我啊！你这王八蛋！没想到故意设计害我，狗十四，狗十四！狗十四！叶瑾妹妹，知慧，前几日听说十四爷把你从慎刑司带到慈宁宫，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，想着等你安顿下来就来看你。这怎么又被罚到新者库了？该不会是又得罪了皇上吧？一言难尽，世事难料啊！啊，对了。我呀，给你带了好吃的，来，趁热吃。知慧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你对我何必说这个求字？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你尽管说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我也绝不推辞。这是今日的膳点。如今这膳点越来越不合哀家的口味。娘娘，膳房每日皆按叶瑾姑娘留下的食谱照做，分量火候也从未偏差。唉，就这么几个趁手的人，他也不吱一声，就把人贬到了新者库，真是孝顺的好儿子。皇上也是忧心娘娘的凤体，忧心哀家的凤体，他是跟老十四置气，拿哀家当幌子。
明明是亲兄弟，如今却弄得跟斗鸡似的，成天斗气窝火。天生哀家又不能插手，这一插手便又落得一个偏心的名头。哎，他跟老十四不同，自小没养在哀家身旁，就以为哀家偏疼老十四。可这都是哀家10月怀胎诞下的骨血，这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。哀家若不疼他，如今他还能坐在那龙椅上。娘娘莫动怒，既莫气坏了身子。罢了，他自小就那脾气，哀家若跟他动怒，早被他气死了。这糕点撤下去吧，吃着难吃，看着心烦。禀太后，秀女知会求见，说有要紧之物欲献于太后娘娘。一个从未面圣的秀女来见哀家做什么？哀家平生最不喜的就是投机钻营之人。她说是叶锦姑娘托她转交的，关于娘娘病症的续制方册。传她进来吧。是。秀女知会，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妾身此番前来，乃是受叶景姑娘所托。叶景姑娘虽被贬于新者库，却仍心系娘娘凤体。夜以继日，将祖传药理及自身所学细心整理成册，奉上此方。册中所录讲述了萧可正病因病机，按体质分型进行调理，辅以食疗、针穴、形养并举，并附有控糖口诀、药膳搭配、体质辨析、饮食起居40图、步行调息图。他说这是家中祖传秘方汇集，结合自身临床经验，细心整理而成。这哪是药方啊，这简直就是一本医书啊！这得集多少代人毕生心血才能成此书？他竟如此不藏私，全数献出。叶景姑娘说，医者之道在于济世，愿此册能解娘娘病痛，亦盼来世传于后世，能为天下病患略尽绵力。他竟有此心，没想到这孩子不仅医术高明，还有仁德之志，这胜过多少自诩高才的御医啊！这样的人怎能轻贱？瑞珠，带上哀家懿旨，去新者库走一趟。这件血衣在晚膳之前必须洗干净，若是有一丝的血印，唯你是问。你给我回来！扔谁呢你？你个贱婢，在此喧哗什么？这个贱婢，她不服管教，宋姑姑，今日你可得好好教训她。今日的晚膳你也不用吃了，不吃就不吃，反正我来了之后也没吃过晚膳。哎呀，那明日的早膳、午膳你也都别吃了。行啊，既然都得饿死，那这活我不干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亚奸自大，竟敢顶撞宋姑姑！须知在这里可是宋姑姑掌握着你的生死。你给我闭嘴！打谁呢你？你大胆！大胆的是你！你作为长氏宫女，你处事不公还收受贿赂。你耳朵上的耳环、脖子上的吊坠、手腕上的金镯子、梳妆匣里的玉簪，还有压在箱子底下那500两银票，都是你收受贿赂的证据。我叶锦实名举报你，天日昭昭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给我作证。你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姑姑好大的威风！瑞珠姑娘是叶锦，她无法无天，奴婢啊在管教她。太后懿旨，宫女叶锦有忠诚仁心，医术卓绝，实为宫中难得之才。此次献上医书，功德无量。自今日起，调离新者库，封为内廷医女，准入内宫诊脉。奴婢谢太后恩典。太后娘娘最讨厌贪墨弄权之辈，劳烦宋姑姑随我回趟慎刑司，好好解释一番。
福公公。哎呀，这不是沈医女吗？恭喜恭喜！短短几日，就从新者库宫女一跃成了正六品的内廷医女，奴才是真心佩服，刮目相看呐。福公公说笑了，不过是机缘巧合，蒙太后娘娘恩典罢了。回来了，王爷，奴婢见过十四爷。看奴婢回来，王爷是不是很失望啊？哦，为何这般讲？若不是王爷，奴婢又怎么会去新者库呢？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但比本王预想的要早了一些，的确有些本事。我一心信任王爷，王爷为何要故意设局害我？你认为本王是要害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此处金砖玉瓦，但却是一座步步惊心的牢笼。纵使高贵如皇额娘那样的身份，也有约束她的规矩。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初来乍到，锋芒毕露，若真让你一飞冲天，怕不是一个新者库能够了结的吧？本王念及于你的情谊，便提前替你踩了一道坑，看你能不能爬出来。顺便看看你到底是有何倚仗。那王爷看清了吗？叶锦姑娘心思太深，本王看不清。可奴婢却看清王爷了。王爷此人喜怒无常，心思深沉，处事如下棋，惯爱算计人心。也是怪我曾经一度被王爷的风采所迷惑，把你当成我的故人，错付真心。但经此一事，奴婢也明白了，像王爷这般的人物，只可远观，不敢亲近。所以从今以后，你我各安其道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奴婢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娘娘的恩情，奴婢没齿难忘。奴婢一定好好伺候您，让您长命百岁。快起来吧！谢太后。你这孩子嘴还那么甜。哀家虽然擢升你为医女，但哀家的小厨房可离不开你。以后哀家的日常饮食照旧由你负责。是。那太后娘娘晚膳想吃什么？奴婢这就去做。哎呦，哀家如今是个病人，哀家的晚膳吃什么，当然由你来负责。哦，对了，再过些时日，就是新秀女面圣的日子。哀家的慈宁宫今日给这些秀女们每个人添道菜。奴婢遵旨，太后请放心。主线终于启动了，走完主线剧情，很有可能就是回家的路。智慧用了10年才熬成皇后，我若让她1年登顶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把这些菜都分发下去，就说是太后娘娘体恤各位小主的，赏赐给他们。是。见过智慧小主。月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现在慈宁宫膳房当差，太后呢赏给各位秀女一道菜，我呀特意给小主送过来。来，快坐下。无人的地方还叫我小主，唤我一声姐姐也便是了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我这几日身子不是很舒坦，幸好有云溪去太医局亲自替我求了方子，送来这安神汤，我连服数日，倒觉得精神都好些了。不对，安神汤不是这个味道。姐姐喝了这汤药，会不会常觉小腹发冷？怎么，这药有问题？这药里有藏红花的味儿。藏红花乃是破血之物，若女子长期服用，易伤气血致宫寒，久而久之，难得子嗣。什么？可是这方子是太医院开的呀。方子是太医院开的，但这汤药从太医院送到你手里，
谁能保证中途没有人再给你添一位呢？是谁要害我？若姐姐没有子嗣，以后哪怕再得宠，也恐在宫中难以立足。那这事儿对谁最有利？所有的秀女都有嫌疑，可唯一能给我下药，并且让我毫无防备喝下的，只有一个人——云溪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我一直把她当姐妹的，没想到她竟然……如果你信我，我倒有一计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智慧小主晕倒了，快去传太医！就快让人去找兰贵妃，就说储秀宫出事了。是。慧妹妹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。见过各位小主，云溪小主，智慧小主近日身体不适，听说是您亲自照料，每日都来送汤药。我与她情同姐妹，照顾她也是理所应当的。那不知是哪位太医开的方子啊？是张太医。张太医，是。这张药方可是您开的？黄连、柏子仁、炙远、酸枣仁，这安神之方确实出自我手。那这张呢？藏红花、桃仁、丹参皆是破血之物，与安神可是毫不相干。汤药中确有藏红花，女子久服此物，轻则气血两虚，重则终身不孕。此药方绝非我所开。云溪小主，每日都是你来送汤药，事到如今，你不该给众人一个解释吗？你一个贱婢，有什么资格对我兴师问罪？那本宫呢？本宫可有资格向你问罪？本宫素知你们秀女间暗潮汹涌，各怀心思，没想到竟有人胆大包天，敢在汤药里动手脚。此事若不彻查，本宫将如何给皇上与太后一个交代？娘娘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娘娘，是否冤枉，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彻查。娘娘不要啊！娘娘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娘娘。姐姐，人都走了，起来吧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过了？云溪她怎么？姐姐心软啦？今日她若得手，害得我终生不育，他日又会有谁来可怜我？姐姐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好。3日后，秀女就要面圣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赶上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想想如何在面圣时占得先机。可面圣看的是皇上的眼缘，我不过平庸之子，如何占得先机啊？姐姐，你可不要妄自菲薄。在我看来，这届秀女里最出众的只有4个人：云溪风情，萧柔貌美，柳眉明艳，智慧温婉。如今
云溪已不足为虑，那现在只剩下2个禁地。哎呀，得想个办法，如何在面圣之前把他们全部解决，这样姐姐就能脱颖而出了。解决？没错，解决。娘娘，皇上方才已至宫门，可偏巧遇到端妃那边来人，说端妃娘娘身体不适，皇上便改道去了端妃宫里。这个贱人，3番5次的跟本宫抢人，真当本宫拿他没办法了？娘娘息怒，息怒？你叫本宫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？依奴婢说，娘娘不如从新秀女中选几个资质好的，安排到皇上身边。等皇上有了新人，端妃借腹争宠的手段未必能……住口！娘娘对皇上一往情深，往皇上身边塞人，岂不是让娘娘更妒心？奴婢该死，奴婢有罪，奴婢该死，奴婢有罪。禀娘娘，慈宁宫医女叶瑾求见。她来的正好，让她进来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本宫听闻你去新者库待了几日，又凭献医书得太后青睐，被封为内廷医女。你倒是有些手段。今日到本宫这儿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今日奴婢前来是来给贵妃娘娘解忧的。你一个医女不去治病，倒来解忧？奴婢不仅能为娘娘解忧，也能为娘娘治病。近几日流言纷纷，说端妃娘娘几次3番拦下圣驾，阻挡皇上来娘娘这儿。奴婢斗胆揣测，娘娘近几日应是胸闷气滞，食欲不振，夜不能寐。奴婢有好办法，能够替娘娘解除心病。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娘娘不妨好好利用最近新进宫的这批小主们。莫非你也想劝本宫用秀女分宠？当然不是，娘娘现下最要紧的不是争宠，而是立威。我们贵妃娘娘之威仪，后宫何人不知？娘娘身份尊贵，掌管6宫生杀权力，自然人人敬畏。但这敬畏只是恐惧娘娘的权势，并非对娘娘真正的尊重。端妃娘娘身怀龙嗣，母凭子贵，身份地位水涨船高，可这宫里人人观风望相。若是娘娘不在此时巩固自己的威望，那待他日端妃娘娘诞下皇子，娘娘这6宫之首的位置未必做得长久。大胆！依你之见，本宫该如何行事？自然是收拢人心。新秀女入宫尚未归属，是最易拿捏之时。娘娘不妨设一场花宴，广邀诸位小主，也让他们知道，在这后宫当中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惠姐姐今日这身打扮，倒叫旁边伺候的宫女都抢了你的风头。让妹妹见笑了，我这身子还未痊愈，实在没有心力打扮。倒是柳妹妹，今日这身衣裳格外华贵。端妃娘娘赏的东西自然华贵。我刚进宫，端妃娘娘便第一个召见了我。除了这一身，还赏赐了更多的好东西。到时候给你们见识见识。贵妃娘娘到！
给贵妃娘娘请安。今日设宴，原是想看看众姐妹的风姿才艺，不曾想，却先听了一场嘴皮子功夫。都起来吧。谢贵妃娘娘。你是柳眉，这是何人给你选的衣服啊？回娘娘，是端妃娘娘所赏。娘娘今日设宴，妾身想穿得隆重一些。好，本宫竟不知秀女尚未册封，竟敢私着妃嫔服色。妾身实在不知情，求娘娘恕罪。既是不懂规矩，那便好好学学规矩。碧清，是，请小主跟我来，跟奴婢好好学学规矩。娘娘，求娘娘恕罪。娘娘，都愣着做什么？落座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！都在闹什么呢？马上就要进宫面圣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姑姑，我的脸！你的脸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赶紧让张太医过来瞧瞧。可是我……你什么你？难道你想顶着这张脸去面圣？这个惊吓圣上之罪吗？你且留在宫中静养吧。姑姑，我为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。姑姑，我又何尝不知？柳眉小主昨夜高烧不退，如今你又这样，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二连三的出岔子？这是太后赏给各位小主的。多谢太后娘娘赏赐。妹妹请留步。姐姐，这马上就要面圣了，这是……我一夜未眠，心中总觉不安。云溪的事尚且算她是咎由自取，柳眉口无遮拦，得罪了兰贵妃，虽有我推波助澜，却终究是她自己性子太过浮躁。可萧柔她一向谨慎温顺，实在无辜。萧柔呢，她只是对凤仙花过敏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放心吧。况且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这是何意？其实还可以下手再狠一点，让他提前退场。哎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送你的香囊，你可有随身带着？哦，这个一定要好好带着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小说里，萧柔一露脸就惊艳皇上，当场封了常在。云溪用香囊引蝴蝶，吸引皇上注意，也被册封为常在。柳眉倚仗端妃提携，一开始册封为贵人，唯独女主历经坎坷才得圣恩。如今我把饭都喂到嘴里了，女主你可千万别掉链子。秀女知慧见过皇上，见过太后娘娘。
风啊！皇上，臣妾听闻古时候身带异香的美女倾城异舞能引来蝴蝶，没想到今日咱们这位小主竟惹来了蜜蜂。蝴蝶是有灵性的动物，自然不会被这些庸脂俗粉所吸引。二位娘娘所言极是，不过臣妾曾读古籍，其中载道蜜蜂者神虫也，引路采芳，钟情不懈。民间向来视其为吉兆，象征勤勉、长寿与富贵。今日花开正盛，能得神虫青睐，实乃臣妾的荣幸。秀外慧中，柔婉端庄，颇有几分当年先帝爷贤贵妃的风范。皇帝，你说呢？额娘说的对，既母后喜欢，那就赐封为常在吧，封号就为惠子。多谢皇上，多谢太后娘娘。一个常在，还赐予封号，还惠子，他也配？娘娘莫生气，依奴婢看，今日册封的几个常在全是敷衍，惠常在多了个封号，不过是皇上给太后的面子罢了。你没瞧，皇上都没多看他一眼。不知为何，本宫看到他那张脸，就觉得讨厌。上次花宴之后，新进宫的秀女10成里有7成都投靠了娘娘，只有那惠常在甚是清高，连个请安都没有。娘娘看她不顺眼，奴婢也觉得她碍眼。姐姐今日气色似乎不大好啊。也是，宫中添了新人，以后我们这些旧人宫里，只怕是要更冷清几分了。本宫掌管6宫，若想热闹，谁敢不来奉承？倒是妹妹你呀，听说昨夜又叫了太医进宫，难道是这胎又不稳了？如今新秀女名分已定，很快就要安排侍寝了。妹妹，你可要珍惜身体，别再无故腹痛。毕竟皇上膝下新人多，你这借腹争宠的伎俩啊，迟早要碰壁。见过太后，见过王爷。太后娘娘，今日晚上的主食是荞麦饭，还有玉米饼。看着就清爽可口。额娘，昨日太医院过来复诊，可有说法？有啊，太医院的人替叶瑾证明了，复诊过后，太医确认叶瑾的药膳具有疗效，并且确认你那本医书有理有据，不甚妄言。哀家已经命人加印，抄录后发往民间，希望能广济百姓。太后娘娘仁德。14呀。额娘，哀家身体已然大好，你可不必留在宫中侍疾，回你的王府去吧。你皇兄允诺，你成家以后再封你为亲王，你呢也该娶个王妃，为你开枝散叶了。不对呀，催婚的剧情怎么提前这么多了？额娘，儿臣不想成亲。这是什么话？哪个男子不成婚啊？对了，给你那些画像看了吗？可有喜欢的？儿臣不感兴趣，从未看过。胡闹！一会儿哀家亲自陪你看看。
今儿这事儿必须有个定夺。额娘，真抽象啊！要从这些话里挑附近，难度不小。14，你看，这个标志，配得上我儿。冷冰冰的，像个冰块儿，儿臣不喜欢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笑容可掬，看着就讨喜。额娘，您仔细瞧瞧，他嘴歪。哦，哎，那这个呢？气质贤淑，看着就可亲。儿臣倒觉得他的气质，倒像个教养嬷嬷。14啊，这些女子都是额娘为你精挑细选的高门贵女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诚心跟额娘作对是不是？额娘，儿臣不是跟您作对，儿臣只是不想成亲。行啦，皇上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皇长女都出世了，现在第2批秀女都已经进宫了。额娘，那皇上是皇上，儿臣是儿臣。你要不选的话，来，额娘帮你选一个。这个呢，威武大将军的嫡长女佟家宝珠，你看，不仅容貌秀丽，还有大家风范，做你的嫡福晋。可是她，可是什么？就这么定了，不日额娘就宣她入宫，给你相看。不好吗？好，哀家也觉得不错。臣女见过端妃娘娘。原来是宝珠妹妹，快请起。多年未见，妹妹的风姿更胜从前了，真是亭亭玉立。娘娘还记得我？昔日在闺中见过几面，本宫对妹妹的印象深刻。今日进宫，可是随你额娘一同前来的？实不相瞒，宝珠此番进宫，是奉阿玛之命前来与14爷相看。只是听说14爷冷言寡淡，宝珠一介闺中女子，实在不知如何讨他欢心。片刻之后，若是见着了人，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。你倒是有福气，14弟不知是多少姑娘的春闺梦中人，没想到竟然花落你家。不过说起来，14弟那性子确实让人捉摸不透。娘娘是他皇嫂，可否透露一二，他喜欢怎样的女子？宫里有一位医女，名唤叶姐，厨艺不错，医术也了得，乃是太后跟前的红人。疯传14弟与她不过是宫中疯传之事，也不可尽信。妹妹听听便罢，不可放在心上。多谢娘娘提点，宝珠心中有数了。日珠姐姐，给太后做的点心已经好了，马上送过去。这点心并非太后想吃，今日威武大将军之女佟家宝珠进宫，她素喜吃甜食，太后觉得这个不错，也想让她尝尝。正好你就跑一趟，把这点心送给她吧。知道了。奴婢见过宝珠小姐，太后命奴婢来给小姐送点心来了。这
这就是十四爷的相亲对象。小说里人设是吃货的，怎么看着不太好使？你就是慈宁宫的医女叶锦？正是。你与十四爷什么关系？奴婢与十四爷并无关系。是吗？我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，听说十四爷对你不一般，还听说你的腹中怀了十四爷的骨肉。宝珠小姐，莫要听信流言，奴婢只是太后娘娘身边伺候的医女，与十四爷并无私情。是吗？此物乃堕胎丸，你把它吃了，我便信了你。我信你的鬼呀！分明是毒药。怎么不敢吃啊？看来传言非虚。你说，若是我把这药吃了，说是你毒害我，皇上和太后是信你一个低贱的医女，还是信我童家氏的嫡小姐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疯了！我自幼便倾心十四爷，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夙愿。我童家宝珠绝不允许任何人挡我的路。王爷，王爷，点心是点心，点心有毒。传太医，这。启禀太后、皇上，宝珠小姐确系中毒，且所中之毒烈性异常，幸而医治及时，否则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是何人敢在宫中下毒？宝珠小姐称，乃食用了医女叶锦送去的糕点后，才感到身体不适。只是糕点皆已食尽，未留残余，是否尚有毒性，微臣难以判断。又是你！启禀皇上，膳房里每一样菜品都留有样品，太医院可以随时查验。样品只能保证膳房的食物无毒，但糕点自膳房取来，中途只有你一人，谁又能保证你没有在途中做手脚？但是奴婢跟宝珠小姐素未相识，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。你的腹中怀有十四爷骨肉，却无名无法。如今我入宫与十四爷相看，自然成了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太后、皇上，奴婢冤枉，奴婢跟十四爷并无私情，更未曾有孕。太医在这儿一验便知。再说了，这个毒下的也太拙劣了，就算是奴婢起了歹心，也不至于如此蠢笨。十四乃亲王，岂容你污人清誉，不知轻重。太后明鉴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否则臣女第一次入宫，如何知道如此隐秘之事？他声称自己怀有十四爷的骨肉，以此激我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可我自幼便倾心十四爷，如今得此良缘，如何甘心拱手相让？所以一时情急，与他起了争执。但臣女实不知，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。哼，我去，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，这回阴沟里翻船了，逻辑完美，表演在线，我竟无可辩驳。叶锦，你虽是太后身边之人，但你心术不正，行迹可疑，心怀妒逆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，这也绝不能姑息。来人，拖去慎刑司严查审问。这，来，不要，皇上，慢着。母后，皇兄，本王愿以名誉担保，叶锦绝不会是下毒之人。刚才宝珠姑娘说，
叶锦姑娘是因为名分而嫉妒，于本王看来极为可笑。本王对于新月的女人从不吝啬名分，从一开始不想要名分的是她。只要她点头，别说一个侍妾的位置，就算是福晋又何妨？我14弟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兄，臣弟的每句话都说得很清楚。他只是个宫婢，他怎配？都是皇家奴才，是宫婢是贵女，与本王又有何分别？只要本王认定，本王说他配，他就配。母后，皇兄，叶锦无辜，请还他一个清白。若真要问责，本王愿与他一同承担。哀家也相信叶锦不会行此等之事。你们都退下，哀家有些话想跟宝珠单独聊聊。是。今日之事，多亏王爷出言相助。若非您开口，现在奴婢恐怕已经在慎刑司受审了。本王并不是为了帮你，而是帮我自己。本王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但本王并不想娶童家宝珠，正好借着今日之事将婚退掉，免了烦扰。恐怕得让您失望喽。失望？你是知道些什么？不知道。本王今天刚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就算报答本王的救命之恩，你也该跟本王说出实情。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容易结束。我觉得啊，童家宝珠对您情根深重，性格呢又如此执拗，她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我觉得您还是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吧。随他吧。传球争宠总算是上演了，对不起啦，小柔姑娘，今日这宠你可是争不到了。等一下，奴婢见过萧贵人。那就一起玩吧。谢谢萧贵人。贵人，今儿御花园怎么格外热闹？回皇上，想必是这新入宫的秀女在御花园戏耍。好慢点儿。小姐姐，快啊！这边啊，小姐姐。哎，给我，给我！来，来吧。皇上小心！萧贵人，
奴婢还有事先回慈宁宫了。你这下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嫔妾见过皇上。你不是前段时间竞选秀女时那位？皇上，这位小主就是之前面圣时引来蜜蜂的惠常在。爱妃可有受伤？哎，你这篮子里是何物？谢皇上怜爱，嫔妾无恙。嫔妾采摘一些芍药，入馔既可养气，又添香。你年纪不大，倒是识花识时。妾曾在父亲书斋旁偷听过本草，不才识得几种花药，偶有用处。难得，你一个女子竟然如此博闻强志。你平日里喜欢读些什么书呢？嫔妾喜欢读诗。哦，喜欢什么诗呢？嫔妾喜欢的诗很多，但今日此情此景，倒是叫嫔妾想起一首偶然见过的小诗。对酒吟诗花劝饮，花前得句自推敲。九重三殿谁为有？皓月清风作气娇。这不是皇上当年花下五城的诗作吗？你怎知此事？嫔妾偶然在一旧书房中看得，便记下了。看来朕与惠常在倒是有几分机缘。主线剧情完美出发，那女主看对眼至少提前了3年。yes， 哎呀，这个狗皇帝天天看我不顺眼，治我的罪，我还得替他操心感情生活，我可真善良。回家了。精彩啊！奴婢见过14爷。今日这一局，堪称后宫典范，只可惜太过于精密。若没些先知先觉的本事，怕是做不了这件事儿。奴婢不知道14爷在说什么。哦，是吗？那本王给你讲个故事。本朝啊，曾经有一位国师，他说他受到了仙人的眷顾，能够有预测未来的本事，而后也被父皇预测了很多事儿。我的父皇也听他预测了很多事儿，最后也都得到了灵验。我想你应该是和他一样的人吧？我啊，怎么可能？预测未来，我这14爷刚看到的应该都是巧合。是吗？皇上的行程你能精准掌握，秀女们在御花园传球的时间和地点你也都清清楚楚，就连绣球掉落的位置你都掐得那么准。你跟本王说这是巧合？我运气可太好了。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便向本王预测了太后的病。本王那个时候没觉得什么，以为只是巧合，但后面发生的一桩桩事，让本王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。我的秘密？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太逗，我没有秘密。跟本王来。我是真的假的？这是本王的暗卫调查的卷宗，你看看。6月初7，叶瑾揭穿秀女云溪给秀女智慧下毒，致使云溪被打入冷宫。6月初8，叶瑾游说兰贵妃设宴立威。6月初9，秀女柳眉因在宴上与兰贵妃顶撞而被体罚。6月初10，秀女萧柔因胭脂过敏而毁容。期间，叶瑾出入了她的寝宫。你派人监视我？不错，因为本王看不透你，本王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当户部可查，年龄、籍贯、家人、入宫年份，
都有迹可查。卷宗可以造假，但一个人的气质造不了假。从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本王就知道你与众不同，而这些卷宗也证明了你不对劲。你对付那些秀女的手段看似平常，实则每一步都精准无误，跟提前知道了一样。比如今日的绣球争宠。哎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本王虽知道了你的秘密，但本王并不想怎么样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本王可以为你保守这些秘密。若你想保守秘密，这个卷宗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其实是有条件的，对吗？果然聪明。作为回报，你要帮本王解决个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不知道额娘和佟家宝珠又聊了些什么。额娘非要她做本王的福晋，不日还要传她进宫，但本王已无以敷衍，你得帮本王想个法子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常在钮祜禄氏，柔嘉淑顺，风姿雅悦，淑慎性诚，柔嘉为则，深得朕心，特晋封为贵人，钦此。小主，您瞧，这件苏绣的下衫用的是今年新进贡的云锦绸，这色泽最衬您的皮肤了。这盒里的是并中翡翠手镯，水头清透，您戴上一定好看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御膳房方才送来的新炖血燕，说是皇上亲口吩咐让您补补身子，皇上对您真是疼得紧。摆着吧。小主，您为何闷闷不乐？您昨夜侍寝便一举晋为贵人，今晨皇上便下了3道赏，应该高兴才是。没有不高兴，只是有些乏了。惠贵人，贵妃娘娘命奴婢送红钗1对，给惠贵人贺喜。端妃娘娘遣奴婢送来护身玉佩1对，愿惠贵人福体安宁，前程似锦。多谢2位娘娘赏赐，只是智慧资历尚浅，受不起2位娘娘的厚爱。烦请2位回去转告娘娘们，智慧心领，赏赐是万不敢收的，还望2位娘娘恕罪。是。小主，您为何不收2位娘娘的礼？万一得罪了他们。兰贵妃和端妃向来明争暗斗，今日却一起来送礼，怎会如此之巧？我若是收了一个，便会得罪另外一个；若是2个都收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还不如都去了干净。好你个惠贵人，本宫一番好意，你竟不领情，真是不识抬举。娘娘您看，她连兰贵妃的赏赐都推了，倒也算持重谨慎，起码还未向兰贵妃投诚。如今这些新晋秀女一个个争着巴结兰贵妃，完全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。好不容易有个惠贵人，竟然是个清高的。如今本宫月份大了，不方便侍寝，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兰贵妃一功独大？奴婢觉得，与其费心拉拢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不如扶持自己人。自己人？你指谁？娘娘还记得那个叫做柳眉的秀女吗？她因病错过初选，至今无位无宠。
心里早就七上八下。若是这个时候娘娘能够拉他一把，他必定誓死效忠娘娘。柳眉，本宫好像记得她，长得不差，但是不够聪明。不够聪明才好。他的父亲是当年辅佐大人起家的旧部，至今仍在军中效力。他一家子的命脉早已捏在娘娘手中。这种人啊，省心省力，最能为娘娘所用。你说的有理，明日让他来见本宫。是。回娘娘的话，那位惠贵人受宠，倒不是因为姿容，而是因为才情。她与皇上在一起时，经常吟诗读书。哦，她都吟些什么诗，读些什么书啊？吟诗奴才不懂，但书……啊，最近在读《汉书》，那惠贵人与皇上说什么汉武帝与窦太后的故事，皇上听得入迷，还夸贵人通古识今，是谓知音。汉武帝与窦太后，哼，有趣。皇上与太后母子之情本就微妙，竟有人敢拿来讲典论经，哼，胆子可真不小。若是太后听见了这些话，会作何感想？你再设法将那日的原话天之家业传得清楚些，若能叫太后动怒，赏赐少不了你的。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才情，后宫最不缺的就是才情，缺的是识时务的人。皇上，今儿晚上去哪位娘娘宫中歇歇啊？朕去寻惠贵人说说话。回皇上，惠贵人这几日被太后下令禁足了。禁足？为何？说是触犯了宫规，具体缘由太后并未言明。皇上，兰贵妃今儿又遣了婢亲送汤羹来，你已经有旬日未曾移驾贵妃宫了。走吧，就去他那儿吧。这。碧清，还有什么事？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碧清也不通报一声。是朕不让他通报的，朕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哼，惊吓还差不多。皇上冷落臣妾许久，怕是连臣妾的宫门朝哪边开都忘了吧？这夜深人静才来，是哪位贵人不留您过夜了？唉，既然爱妃如此不留情面，那朕便不打扰了，回前殿去便是。既然来了，就休想臣妾放过您。朕近来确实政务繁多，每日批阅奏折，心头烦扰。今夜稍有空闲，便想起许久未见爱妃，心中甚是牵挂。臣妾还道是哪位新人迷了您的眼，连臣妾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。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你呀。你可是朕的兰贵妃，怎可轻易被替代？油嘴滑舌的。夜深了，陪朕歇下吧。
半三更，你带人来此做什么？碧青姐姐，是我。皇上在贵妃这儿吧？我有要紧事要禀报，事关主子娘娘安危。皇上与贵妃娘娘已歇下，规矩你是忘了。夜里擅扰圣驾，该当何罪？这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腹痛不止啊！你们就会这一招了是吧？腹痛不止，你找太医呀，找皇上有何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送甄二姑娘回去。皇上，请您去看看端妃娘娘吧。端妃娘娘腹痛不止，皇上，住嘴！惊扰了圣驾，你担得起吗？何事喧哗？回皇上，是端妃娘娘宫里的甄儿哭喊着要求见圣驾，说是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恐有不测。皇上，这奴才的话一向张狂，未必可信。再者，不是还有太医吗？端妃有孕在身，朕理应去看看。爱妃早点歇下，朕去便回。娘娘，都怪甄儿那个小蹄子，奴婢拦都拦不住。皇上，听闻你腹中又觉不适，朕特地过来看看，可召了太医？妾身无碍，只是胎象不稳，惊动了圣驾，实在惶恐。你怀了身孕，最要紧是养好身子，其余的事不必多操心。皇上夜来辛苦，妾特地煮了碗莲子羹，里头的莲子还是妾亲手包的。几日不见，爱妃这宫里头又添了宫女。皇上，妾身是住在侧殿的柳答应。既是侧殿的人，为何入夜还在这里？入宫之时没有学过宫规吗？皇上，是臣妾让他来的。如今妾身卧床养胎，实在难得侍奉圣上。柳眉既是我宫里的人，心性规矩皆属上乘。若皇上不嫌弃，妾身可以请他去偏殿伺候，也算是妾身尽一番心意。你倒是想得周到。给端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呢？走了。回娘娘话，皇上天未亮便起了，司喜公公服侍着出了殿，未曾多言。可有给你什么赏赐，或者升位分？未曾。奴婢说要替皇上更衣，皇上摆手说不必了，让我再去睡一会儿。奴婢也不敢多扰。你呀，也是真心实意的可爱。皇上一句不必，你便真的先歇息了？你应该自己上前一步，让皇上知道你对他有情意，有依恋，不然皇上怎会记得你是谁？
那我罢了，本宫就再帮你一次，替你讨个位分来，可好？如今你住在本宫偏殿，又侍过寝，该有个常在的位分，才配得上你了。多谢娘娘提携之恩，臣妾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，以后定为娘娘效死力。只要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他才初次侍寝，娘娘给他讨的位分是否太高了些？这后宫二分天下，本宫与这兰贵妃素来势不两立。如今本宫有皇子傍身，这后宫自然是本宫的天下。本宫此举就是要让这些新来的小主子们好好瞧瞧清楚，谁才是这后宫之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答应齐家事，殊甚幸成，勤勉柔顺，晋升为常在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恭喜啦，柳常在。公公，请笑纳。这不折上了老了吗？那恭喜柳常在。好一个端妃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玩这套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哼！如今柳眉得封常在，感念端妃提拔之恩，处处唯命是从。端妃更趁机拉拢秀女，那些新进宫无宠的小主们也隐隐以她为首。长此以往，只怕后宫的风向都要变了。富察氏这些年仗着自己一股子温婉模样，装的可真像，宠不过本宫，全不及本宫。借着那点子胎气，倒真想步步登高了。哼，那咱们这边是否也要实些恩惠？总得让那些小主尝点甜头，也好稳住人心。他如今有孕在身，不能侍寝，自是需要有人替他承宠。可本宫凭什么将恩宠拱手让人？他这一胎日子还长，本宫定要让他好看。是。姐姐，这几日姐姐闭门思过，这膳房啊，怕是没有往日殷勤。我呢，就从太后的小厨房给你顺了点糕点，全呢是她老人家赏你的。难为你还惦记着，我抄了这半日佛经，倒是真有些饿了。尝尝，好吃吗？看你如此沉得住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闭门思过而已，我若沉不住气，岂不正中旁人下怀？说得好。我呢，听你打听过了，
在太后召你训话之前，是一个小太监在她面前搬弄是非。这个小太监呐，是兰贵妃的人。果然是他。这招借刀杀人，倒是用得巧妙。哦，还有件事，这几日呢，皇上又新封了一个常在，是柳眉，端妃一手扶持的。你这边风头刚落，他那边就立了个新人，这端妃怕是不想给姐姐翻身的机会了。倒是稀罕，端妃竟也出手了。这后宫斗得如火如荼，我就暂且避一避风头吧。没错。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我看到皇上都急匆匆地赶过去了，好像是练武场那里出事了。哎，是不是那马出事了？我刚才看到那马的尸体被运出去了，血淋淋的。什么马呀？14爷出事了，说是被烈马冲撞，从马上摔下来，2条腿都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儿如何了？回太后，王爷伤势凶险，幸而止血及时，并无性命之忧。那他这腿可有大碍？还能站起来吗？腿骨伤得极深，经脉受损，恐怕王爷一时半刻难以站立。日后要想痊愈，还需尽量调理。皇额娘，张太医，朕要你全力医治14弟的腿，不管需要什么药材，你尽管用。臣明白。太后，14爷他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息怒，王爷去马场骑马，刚开始还好好的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王爷骑的那匹马受惊，最后王爷只能杀了那匹马才停了下来，可他自己也摔了下来。好好的马，怎么可能受惊？额娘，儿臣已经着人去严查了。太后娘娘，14爷到底如何了？唉，原本喜事在前，如今却老14这腿，怕是……不会的，14爷多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？不会的。孩子，回吧。等老14的腿好了，我再召你入宫。太后，是。轻点，轻点儿。王爷，您现在知道疼了，奴才都已经很轻了。福公公，还是我来吧。早知道就不给你出这主意了，这伤的也太重了。不够狠，怎么能断了皇额娘的念想？疼吗？不疼。骗人！平时我的手如果蹭破都会疼，更何况是你现在。福公公，还是你来。
看着可怕，其实是本王自己伤的，没有伤到骨头。可是太医说，太医是本王的人，只要婚约不取消，本王的腿就好不了。哦，你对自己倒是挺下得了狠心。怎么，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之后这条腿万一瘸了，你再赖上我。不赖你，只要你答应本王一件事。王爷，又有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不如就留下来伺候本王，和本王一起保守这个秘密。14跟哀家张了嘴，说要留你在身边。你是哀家身边出去的人，做人也本分。哀家准备赐你个格格的名分，你就留在14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太后娘娘，奴婢不要名分，奴婢愿以医女的身份侍奉14爷。你嫌格格的名分太低？不是，奴婢不敢。只是奴婢自知出身卑微，配不上14爷，也从未肖想过不属于奴婢的位置，唯愿竭尽所能侍奉在太后和王爷身边，无愧于太后和王爷对奴婢的恩情。你伺候哀家一场，哀家也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。哀家知道，这格格的位分是有点低，但你只要好好伺候，等14成亲后，哀家一定会将你从宫中风风光光的嫁过去，到时候你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，给你封个侧福晋也不是难事。太后圣恩，奴婢心领。只是奴婢医女出身，立志行医，不愿被后院束缚，更不愿意因一纸名分误了本心。只要能侍奉在14爷身边，为他治病诊疾，已是奴婢莫大的福分。额娘，名分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儿臣还有要事找您商量。你还有什么事？儿臣……奴婢告退。刚才如张太医所说，儿臣的腿每隔1年半载根本好不了，就算好了，也会留下跛足，完全康复遥遥无期。腿伤的事慢慢养，不着急。重要的是不要留下残疾。额娘，可有些事儿等不得。你所指何事？佟家宝珠年已及笄，儿臣已然残疾，不愿耽误他的前程，还求皇额娘撤了这门亲事。你只是伤了腿，又不是废了。你是皇家血脉，你就是真瘸了，也自有人愿意与你结亲。那佟家宝珠只是将门出身的女儿，配你是她的福气。额娘，那威武将军是个心高之人，儿臣无权无职，又落下残疾，他心中定是不情愿。况且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这强扭的亲事何必呢？听你这话，像心中自有定计。你须知这门亲事是哀家为你精挑细选，与你大有裨益。佟家宝珠对你痴心一片，威武将军一门又人丁兴旺，万一哀家哪天薨逝了，你也有一门岳丈家可以倚仗。额娘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儿臣明白您的意思，但儿臣已经长大了，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。来了来了，小主，皇上今儿就是走这条路，那仪仗马上就要来了。真的？啊，那可太好了。那小主答应奴才的好处啊，这点意思，你先拿着。就这点，小主，这也太……
这可是我全部家当了。等我得了宠，少不了重谢你。奴才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派人去看看，是谁在那儿跳？不必了，朕亲自去瞧瞧。好了，刚才太后之言并非本王之意。我知道，你我之间本就是做戏。王爷请放心，奴婢不会当真的。你觉得本王待你皆是做戏？不是吗？不只是王爷，我也一样。你呢，演忠孝两全的皇子；我呢，演尽职本分的医女。彼此心照不宣，互惠互利，何必认真？那倘若本王说，想实心实意的给你一个名分呢？别，那也太吓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不可能以丈夫为天的，我也不可能跟其他的女子共侍一夫。而且我有一技之长，天高海阔，哪里去不得？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？更何况，在我的家乡，我已有所爱之人。奴婢告退。姐姐这处宫室也太气派了，这几件摆设都是从内务府搬来的贡品吧？萧姐姐初次侍寝就封为贵人，看来皇上是真将姐姐放在心上。贵人，这些都是皇上派人送来的花。今日便得皇上恩惠，便派人把花给送过来了。怎么还有不同季节的鲜花啊？听说御花园有暖阁，什么季节的花都能种得出来。只不过这些花太珍贵，十分难得。萧姐姐能有这份恩宠，真让人羡慕。只可惜没有牡丹。妹妹此话何意？萧姐姐国色天香，百花之中唯有牡丹才配得上姐姐。只是牡丹娇贵，听说只有最得圣心的妃嫔才能得到皇上赏赐的牡丹。哎呀，妾身只是随口一说，叫姐姐见笑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够受宠了？姐姐多心了，我并无此意。牡丹而已，若我想要，明日开口，皇上便亲自送到我的案前。柔儿，再给朕跳一曲吧。皇上，臣妾跳的那些舞，皇上早都看遍了。再多跳几次的话，那也就不新鲜了。不过呀，臣妾最近新编了一曲舞，唤作采花舞，是专门为皇上而做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跳与朕瞧瞧。只是这支舞现在还缺一样道具，跳不成。哦，缺什么？一枝花。那日皇上赏赐臣妾的花虽然是极好的，但是都是成盆成簇的放着，若是单捻一枝出来，可就缺乏气势了。你要气势足、颜色艳的话，朕记得御花园里有牡丹，极好。司棋，奴才在。传话下去，去御花园捡一枝好看的牡丹，送给贵人，做舞道具。皇上，可这御花园的牡丹一向是留给贵妃娘娘的，其他人不得擅取。不过是一枝花，朕想赐给谁，还轮得到旁人智慧？奴才遵旨。
皇上。这盘红绣球开得极好，这株二乔色泽也够艳。本宫记得，今年御花园不是有3株瑶皇吗？怎的今日一盆也没见着？启禀娘娘，瑶皇最是娇贵，前日气温突降，也枯了2盆。那第3盆呢？回娘娘的话，最后那一盆今早被四喜公公取走，说是皇上赏给了萧贵人。都给我退下！把这些花全给本宫砸了！娘娘息怒，或许是四喜公公擅作主张，皇上未必知情。未必知情？在这宫里，除了皇上，还有谁敢煽动本宫的牡丹？萧贵人，哼，这个贱婢！贵人，你看那边，那边的荷花开得可真好看呀。荷花虽好，可终究不及御花园的牡丹娇艳。本宫最爱的那盆瑶皇，每日一见啊，必神清气爽。可是瑶皇娇贵，太难伺候了。娘娘放心，奴婢每日吩咐人用温水细养，就连半夜都不敢疏忽半点。怎么了？信房那边有事，管事的婆子让我亲自过去一趟。只是贵人这边也离不得人啊。去吧，正好本宫也想自己走一走。这个季节的莲子正好，蒸出来熬汤最养人了。什么声音？萧贵人，萧贵人，萧贵人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啊！萧贵人，快把萧贵人扶回寝宫！快传太医！萧贵人摔倒，这剧情也提前太久了吧？都怪我一时冲动救了他。改变了他的结局，这蝴蝶效应还会引发什么呀？启禀皇上，昨夜萧贵人险些坠桥身亡。那萧贵人她，萧贵人昨夜心情不佳，去御花园散心，但不慎失足跌落，这脸毁了。失足？可有查清原因？贵妃娘娘已遣慎刑司彻查。赐些药材银两，好好安置他吧。这。皇上，皇上，是臣妾，臣妾是萧贵人。
皇上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臣妾受伤绝非意外，是有人要害臣妾。此事，兰贵妃已令慎刑司彻查，结果早已有定论。你说有人要害你，可有凭证？臣妾没有证据，但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事过蹊跷。兰贵妃一句意外替臣妾盖棺定论，臣妾不服。臣妾只求皇上能够彻查此事，为臣妾讨回一个公道。后宫之事，素来有兰贵妃打理，朕朝政繁忙，岂能日日事事插手？皇上，臣妾会死的呀！皇上，臣妾的一生已经毁了，臣妾现在只求讨回一个公道。皇上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吗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朕岂会为你一人坏了旧礼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皇上难道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？放肆！你不过一个贵人，还妄跟皇上成夫妻，真是魔怔了不成？皇上，拦住！放开我！皇上，我求求你！皇上，皇上！萧贵人殿前事宜禁足1个月，着太医每日诊治，其余的杂事就不要再烦朕了。皇上，带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起驾！这皇上未免也太无情了，好歹也是他宠幸过的女人。萧贵人以色侍君，却不懂色衰而爱弛的道理。今日她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更不该让皇上看到她毁容的脸。之前皇上对她或许还有些情分，可今日过后，这情分怕是一点儿也不剩。不愧是小说里的宫斗冠军，你果然很了解皇上。我13岁时便立志入宫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开始悄悄搜集关于皇上的一切，他的文章、奏书、诗赋，我都研读过，也都背下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整个后宫怕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后宫于他，不过是朝堂之外的喘息之地，亦或是绵延皇嗣的场所。没有人能入他的心，就连我也不例外。你要能这么想，已经胜过宫里很多其他女人了。虽说皇上下旨令御医每日前来诊治，但是兰贵妃派来的御医尽是敷衍，开的药也毫无作用。贵人已经呕血了好几日了，一直不见好，奴婢担心她熬不住啊。贵人，这是慈宁宫派来的医女叶锦姑娘，听说您病重，来给您瞧瞧。不必了，救我做什么？还不如让我去死了的好。您若是死了，那害您的人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贵人这病不是伤寒，也非毒症，而是肝气郁结所致。若是心宽体顺，吃几副药便好了。但若日夜郁郁，肝气所致，怕是神医也难医治。我的脸被毁了，我连仇人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如今还被皇上厌弃，你叫我如何心宽气顺？哪怕只为了看清真相报仇雪耻，你也应该活下去。碧芊姐姐，叶锦姑娘，贵妃娘娘有请。
好。这些金饰头面都是贵妃娘娘赏你的。奴婢谢谢贵妃娘娘厚爱，只是奴婢惶恐，无功不能受禄。既绝无功，那眼下本宫就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不知娘娘有何事差遣？太后寿辰就快到了，届时必定宴请后宫众妃嫔，你掌管慈宁宫膳房，方便接近膳食。到时把这包药加进端妃的饮食中。奴婢不敢，娘娘饶命！怕什么？哼，此物名为青藤草，不过只是泻药，谁让她怀了孕还不安分，处处与娘娘作对。娘娘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只要你处理得当，没有人敢质疑太后宫里的饭菜有问题，更不会有人怀疑到你。可是娘娘，我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，莫非你对娘娘所表的忠心都是敷衍不成？本宫向来赏罚分明，此事若办成了，本宫还有重赏；若办不成，本宫有的是法子，让你永远消失在后宫。剧情已经失控了，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破局，我就玩脱线了。玉姐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如此难看。我贵妃娘娘刚才赏了我特别多珠宝首饰。她要你做什么？她想让我在太后寿宴上给端妃下药。下药？下什么药？她说是泻药，只是让端妃闹肚子，不会致命。端妃现在怀着龙嗣，毒害皇子，可是重罪。稍有闪失，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额娘，也难辞其咎。你答应他了吗？他威胁我，他让我在后宫消失，所以我……你过来。这件事情交给本王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本王在，就不会让你消失。这碾碎一点啊。去取些枸杞，这个汤色不够，2毫就够了。啊，是。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都落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儿臣恭祝母后，祝母后福寿与天齐。母后，一会儿可以尝尝这个，这个是从苏杭进贡上来的。臣妾祝太后福泽安康，绵延千岁。兰贵妃有心了。谢太后。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的腿还没有大好，万万不可喝酒。14弟，好生休养。母后，无碍。太后娘娘，
臣妾以茶代酒，祝太后娘娘生辰极乐，寿比南山。要好好安胎。谢太后娘娘。您尝尝这个。皇上，你也尝尝。娘娘，疼！娘娘，好疼，好疼！娘娘腹痛，快传太医！快，传太医！回皇上太后，贵妃娘娘腹痛，乃误服青藤草所致。此草虽非剧毒，但遇热时隐隐剧痛，若量再加大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青藤草是何物？青藤草乃西域异物，极为罕见。宫宴之中怎会出现此物？皇上，有人要毒害臣妾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。皇上，来人，将今日小厨房所有人都带下去审问，并彻查今日负责上菜的工人。太后，皇上，你们一定要给臣妾做主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毒汤并非是冲着兰贵妃来的，而是给臣妾的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兰贵妃腹痛，臣妾才后知后觉发现汤有问题，于是派人去小厨房调查，没想到臣妾的汤和兰贵妃的汤半道被人调换了。若非如此，躺在榻上的可是臣妾。来人，今日给端妃传菜的宫女是谁？带上来！带上来！你便是今日传汤之人，说，为何要调换汤盏？太后饶命，奴婢调换汤盏，是因为奴婢不想死。是兰贵妃宫里的婢妾，她还以奴婢全家的性命相逼，要我在端妃娘娘的汤里下药。奴婢怕事败牵连，于是偷偷换掉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从未胁迫她，更未指使她下毒。混账！宫宴动毒，岂是你一句冤枉可以了事？把这2个奴婢带下去，好生审问。娘娘，娘娘救我！娘娘，娘娘！人证物证俱在，毕竟又出自你的宫中，此事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臣妾是被人栽赃陷害的。贵妃宫人毒害妃嫔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私邪，传朕口谕，贵妃管束失责，即刻褫夺封号。皇上，降贵妃为妃，夺去6宫协理之权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被人冤枉的。海峡的寿宴，被你们搅得这般模样，这后宫确实是该整肃了。皇上，皇上！你个贱婢，竟敢背主翻供！当初不是他苦着求碧青出头，替他家人解困，如今竟敢反咬一口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娘娘息怒，这件事牵连太多，稍有不慎便是满宫风雨。奴婢以为皇上如今只降娘娘为妃，未曾再追责，已是顾全旧情。顾全旧情？他若真有情，又怎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
这般羞辱本宫。可娘娘到底还在妃位之上，只要娘娘沉住气，很快便能东山再起。哼，东山再起，也得先熬过这口气。碧清忠心，一人将所有罪责都承担了下来。可他知道本宫诸多秘密，留他在慎刑司，只怕会夜长梦多，再生枝节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会让他好好的离开。皇上今日辛劳过甚，奴才瞧着此处风光甚好，不如皇上移步庭中歇息片刻。此处风光确实不错，在此晌午，想来别有风味。皇上您忘了，萧贵人她……哎，皇上，不如咱们传南府教坊的舞技。皇上，这不是奴才安排的。这舞伎看着也不像是南府的人，虽然武艺是生疏了些，但是颇有几分灵动之气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昨夜侍寝，滋味如何？本宫费尽心机把你从冷宫捞出来，送到皇上面前。如今你一夕被封为答应，也算一步登天了。贵妃娘娘提携之恩，云溪永世难忘。起来吧，既随了心愿，以后就好好替本宫做事。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是。西姬丸，每日定量服用，可保肌肤雪白，容光焕发。若不是服用它会妨碍生育，本宫都想试试。西答应，为了妖宠而牺牲生育能力，你不会怨恨本宫吧？这是臣妾自己的选择。贵妃娘娘一入宫，便获圣宠，从未尝过被皇上忽视的滋味。若是连妖宠都不能，甚至连皇上的面都见不到，那即便有生育能力，又能如何呢？你倒是有魄力，好好施展你的能力吧。本宫静待佳音。恭送贵妃娘娘。嗯？怎么，老朋友见面不叙叙旧？你我之间又有何旧可叙？是吗？大胆！你敢摔坏皇上御赐的扇子，现在马上下跪道歉。或许
我会饶恕你。这分明是你自己摔坏的。你们都看见了，刚才是谁摔坏了扇子？自然是萧贵人。六妹，我如今容貌尽毁，早已无法与你争宠，你为何还要落井下石？我齐家柳眉，出身八旗，天生金枝玉叶。你呢？不过是个汉军旗出身的庶出女子，也敢妄想与我比肩？仗着几分姿色，狐媚得宠，终究不过镜花水月。如今毁了容，连条出路都没有了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不就是嫉妒人家比你貌美吗？柳常在，这心里可真阴暗。哪里来的低贱宫女，敢在本宫面前出言不逊？来人，掌嘴！我是慈宁宫正六品的女医，要想掌嘴，还轮不到小主。小主，他是太后赐给14爷的人，不过是个庸脂俗粉，替14爷提鞋都不配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想狐假虎威。我今儿就是要打你，谁能奈何我？打！住手！叶瑾是本王的侧福晋，就算犯了错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皇上，臣妾只是在开玩笑。四喜，奴才在。齐家是行为失宜，德行有亏，着急降为答应，先出咸福宫，移居冷香院佛堂，闭门思过。奴才领旨。侧福晋，此乃臣弟所想，还并未知会皇额娘。14弟可真是个情种，放着高门贵女不要，却和一个奴婢牵扯不清。你可知，皇额娘执意要你娶佟家宝珠的深意？臣弟自是知晓，但臣弟以为是皇额娘多虑了。额娘一腔慈母之心，都尽数给了你。有时候，朕真的很羡慕。罢了，既然你喜欢这个奴婢，朕作为你的兄长，成全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你若真的纳了这个奴婢出身的女子为侧福晋，那位威武将军可未必会把女儿嫁与你。少了一个得力的岳家，你将来不要后悔才好。多谢皇上成全，此乃皇帝本心，绝不后悔。既然你情我愿，朕便成全你们。宫女叶瑾，赐婚14王爷，封侧福晋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谢皇上。恭送皇上。什么你情我愿，我根本就没答应啊！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权宜之计，皇上都下旨赐婚了，难不成还能反悔啊？你若执意不愿，那日后我就自然再想法子。但眼下局势未定，你有我之庇护，总好过你一人在这后宫中任人宰割，对吧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快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听闻出宫采买的太监说，宫外出现了天花，说是有难民入京，把天花病例带入了京城。如今整个京城人心惶惶，太后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如今是你在执掌后宫，你说如何是好？不如请太后带着皇上移驾行宫避斗。哀家带着皇上走了，你们这些后宫的嫔妃呢？我们坚守。
好了，别以为哀家看不出你的小心思。京中这些传言，哀家也有听过，但传言毕竟是传言，未经证实，当不得真。若是已有风吹草动，便躲到行宫去，皇上还有什么威严？可若是真的呢？若是真的，再到行宫避也不迟。可如今，宫里流言迭起，人心不稳啊！既知是流言，就不该让它传播，这是你治宫不严之过。传哀家懿旨，即日起，皇城加强宫禁，严查出入人员，有异样者第一时间上报，并采取隔离措施。是，太后娘娘。王爷，王爷，最近没事儿，您就在宫中休养，不要总出去了。今日你比往常回来的晚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出去办事，发现宫禁严格了很多，巡逻的禁军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倍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京城有人得天花了。这种流言啊，每几年都会有一次，若无实据，不必可信。但这次可能是真的。宫莲怎么了？真儿，拿镜子来。娘娘，快点，拿镜子过来。怎么会？宫脸上怎么会长这么多？奴婢这就去宣太医。站住！不能宣太医。可是娘娘，宫里尚未有天花病例，若本宫是第一个感染上的，到时候宫里疫情传开，本宫在皇上眼里就是罪人了。本宫不能是第一个。可是病拖不得。娘娘，您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您得为您肚子里的皇子考虑啊。本宫正是为肚子里的皇子着想。此病根本无药可医，能不能活，全靠天命。若天命好，我们都能活；若天命不好，一尸两命。我和皇儿都活不成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珍儿，一会儿去拿脂粉，替我掩盖一下。此事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。然后你去府里给额娘和阿玛传信，让他们去民间寻些药回来。此病民间多发，宫里的药未必比得上民间的药。快去！是。端妃宫里可有动静呢？目前看来一切如常。不应该呀！给娘娘请安。免了。
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慌成这样？是端妃，她的贴身宫女真儿回宫，身上带的药材被门口的侍卫截获，有经验的侍卫认出，这药材是治疗天花的药材。娘娘，如今连端妃都染病了，那岂不是这宫里都不安全了？娘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问朕怎么办？身为内侍总管，宫里出了天花竟一无所知，朕治你一个失察之罪也不为过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传旨旨意，即刻封宫，召太医紧急会诊，所有与端妃接触过的妃嫔宫人，一律就地封宫隔离。奴才领旨。封门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咱们宫被封起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本宫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本宫！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要见太后娘娘！开门！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皇儿，额娘对不起你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额娘为了养胎，拿人没娶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何会这样？给娘娘请安。今年的新料子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怎么又有这么多？这是今年的贡品，这料子不禁放，皇上让送到后宫分给各位娘娘。奴才第一个就给端妃娘娘您这边送过来了。本宫看这料子柔软华贵，适合做寝衣。珍儿，你去给本宫做几件寝衣吧。是。布料，是布料有问题。那五府的太监为何要害本宫？是他，掌管宫里多年，一定是他指使人干的，一定是他。我要去揭发他。兰妃，娘娘，是兰妃。皇上，最近为时议烦忧，也莫要太过操劳，伤了身子。额娘不用担心，朕已命太医院全力去医治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。那便好。禀皇上、太后，端妃娘娘一直不肯封禁于宫中，还因此大闹了一场。据说……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。奴才不敢说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乃是兰妃设局，还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争风吃醋，简直荒谬！这孩子，平日里看着温顺，怎遇大事便没了分寸。10亿议员尚未查清，人心惶惶，他此时喧哗造势，岂不乱了人心？太后，兰妃求见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他不在自己宫里好好待着，来见哀家做什么？
他说是关于天花一事。罢了，让他进来吧，看看他这次折腾什么幺蛾子。臣妾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来慈宁宫所为何事？回皇上，臣妾自京中出现天花病例，心中便一直忧虑不安，特让父兄在民间四处搜罗药方，虽未能找到治疗天花之药，但倒寻来一古方，能够预防疾病，或可暂缓扩散。臣妾斗胆，愿将此方献给皇上。南妃心怀社稷，体恤众人，实属难得。端妃身染疫疾，又怀有身孕，如今正处风头浪尖，六宫事务不可一日无主。朕欲晋你为贵妃，由你暂理六宫之事，你可愿担此责？臣妾惶恐，唯愿以绵薄之力为皇上分忧。皇额娘意下如何？皇上既心意已决，还问哀家做什么？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走。怎么了这是？14爷在小说里出场不多，天花事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，没想到竟波及到了他。别过来！我看看，福公公猜的没错，果然还是中招了。既已知道，还不离本王远一点。你我日日相处，现在说远离是不是太迟了？太后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？14爷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14爷也感染了痘疹。什么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14爷那边的住所已经封宫，所有接触过14爷的奴才也全部强制隔离了。是叶锦姑娘下的命令。如今叶锦姑娘正留在14爷身边，亲自照料王爷。叶锦做得好啊！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天花扩散。叶锦会医术，14那边有叶锦照顾，哀家放心。传哀家懿旨，让太医们全部进宫。是。萧贵人有心了，王爷，今天你有口福啦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这么烫？福公公，取盆冷水过来。这，王爷。受不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坚持一下。福公公，抓住王爷的手。哎，坚持一下，王爷。哎，王爷。痒。王爷得罪了，去
去取根绳子过来。这……呀，抓着王爷手。不行，还是得去太医院，再去取一个止痒的方子。别走，留下来陪本王说说话。说什么？就说你家乡的故事。我的家乡无趣的很。那就说你家乡的那个男朋友。王爷还记得这个人呐？好，也不是不能说，他叫安景瑜，而且模样呢是1等1的俊朗潇洒。他们就这样，他一炮而红，靠最后一场演唱会奠定了他第1乐师的位置。他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第1乐师的故事，确实很厉害。但是你说他出名靠团综，其他靠音综是什么意思？这些话本王都听不太懂啊。没听过正常，是我家乡的土话，听不懂也正常。你们家乡的话真奇怪，比《山海经》还怪。后面你说的粉圈、打头、应援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出圈是靠一部剧，剧是什么？他的哭戏很糟糕，但靠颜值出圈，这个出圈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圈都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太困了，困得我都胡言乱语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胡言乱语总能自圆其说。王爷，烧已经退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王爷醒了。王爷感觉，王爷你的脸，我的脸，痘疹都退了，不过数日，竟然痊愈了。不对，不应该这么快的。什么不对？如果是天花的话，不应该这么快就痊愈了。你的症状更像是水痘，民间又称水花。虽然出痘症状跟天花相似，但是毒性很轻，7天左右就可以痊愈了。那意思是，本王死不了了？死不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大有文章可测了。贵人安好，妹妹珍重。这是叶瑾的笔记。天花一事乃兰贵妃设局，她借此事令端妃失宠。此事之后，她必会独掌后宫，皇后之位与她只有一步之遥。她为人跋扈，若真得势，后宫必定日子难过。我有一计，能助姐姐借势而起，与她分庭抗礼。但此计需赌，成则飞升，败则粉身。不知姐姐可愿一试？这一笔
要用力些。好嘞，今天教的这几个字都学会了吗？娘，我给你背首诗吧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湖州知府云天赐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暗通武王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，即日革职查办，抄家问斩，钦此。我这一生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从未有二心。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诬陷忠良！大胆！来人，拿下！老爷，夫人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父亲蒙冤，母亲惨死，罪魁祸首便是兰氏一族。谁都可以做皇后，唯独兰贵妃不可为后。我本就是带着一条命进宫的，何惧一时？若你愿赌，便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做，切记谨慎，不要让人抓住把柄。听说城外难民都已妥善安置，城中疫情减缓。如今宫里只剩下端妃和14，并无新染病例。如今他们都已无大碍，总算是熬过去了。多亏了你献上那药方，臣妾不敢居功，全靠皇上运筹帷幄。禀皇上，贵妃娘娘，端妃宫中来人说，端妃娘娘情绪激动，动了胎气。可传了太医？已传了太医，只是听宫女们说，端妃脾气很大，宫人们都很害怕。听说孕妇最忌情绪不稳了。朕先去看看她。一个个都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个的趋炎附势。本宫协理6宫之事，这些东西，哪一个不是先经着本宫挑选的？如今他协理6宫，竟然处处给本宫穿小鞋！皇上。皇上，你可算来了，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！悍妇！皇上，四喜，你来回走做什么？吵得朕心烦。皇上，是臣妾。惠贵人。
臣妾许久未见到皇上，心中想念，便想着熬些补汤来为皇上宽心。皇上，您这手怎么受伤了？无碍，小伤而已。虽说是小伤，但也伤在龙体啊。四喜公公，劳烦您拿些伤药过来。这。皇上近日忧心山东之事吧？灾情本早已平定，却有人贪墨赈粮，激起民愤，眼下已有数处哗变。竟有此事？听说主事的是端妃之父，他一向谨慎，怎会出此纰漏？此事尚无定论，朕不愿妄下判断。皇上，来喝碗汤吧。皇上，皇上好像出痘了，这。给朕把镜子拿来！妾身方才涂了药，再忍一忍，很快就不痒了。你怎么不蒙上面纱？万一被朕传染……说是能与皇上共苦，也算是臣妾的福气。药煎好了，请皇上服下吧。臣妾来吧。甘草加的多，一点也不苦。朕这一病，倒是看清了人心。惠贵人，你有心了。妾身不过是鲁莽了些，其他姐妹也对皇上忠心一片，只不过不敢打搅皇上休息。惠贵人真是个醇厚之人。妾身只盼皇上能安心养病。只不过，臣妾觉得这场斗争来得蹊跷。哦，何出此言？端妃娘娘因养胎足不出户，却偏偏是第一个感染斗症的，这事儿未免也太巧了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乃是兰妃摄取，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司喜，奴才在。给朕彻查此事。这。皇上为何突然要彻查斗争源头？前清宫传来的消息说，皇上染上了斗症，每日痛苦难熬，难免多思所想，觉得斗症流入后宫一事疑点重重。此事虽然我们做得干净，可若严查，难保没有疏漏。
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保密。你去一趟，该消失的人，就让他永远消失。可端妃曾指名道姓的指证过我们，当时太后和皇上只以为她因憎恨贵妃娘娘才胡乱诬告，万一人死了，岂不是我们嫌疑更大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证据落到他们手里，本宫就全完了。如果他们没有证据，就算他们怀疑本宫，也奈何不了本宫。哼，你赶紧去将此事办妥。算算时间，兰贵妃那边应该要行动。王爷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坐下。靠近一点。可以。我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就答应这么痛快？那我要是让你去杀个人呢？这是本王的令牌，本王的手下任你差遣。不用，我只是想让您帮我救个人。可以。谢谢王爷。诸位大人可有讨论出什么章程来？皇上这病到底该如何用药？回会贵人，这几日臣等仔细观察了皇上的病情，觉得甚是蹊跷。结合之前端妃娘娘和14王爷的病程，臣等觉得皇上的病并非痘症，不是痘症，又是什么？是类似痘症的另一种病，民间称水花。此病一般能自愈，等烧退了，皇上自然会好起来。臣等已经给皇上开了退烧药，等药煎好，便可服用。水花，他果然料事如神，什么都在他意料之中。你要本王替你救的人，本王已经救了。谢谢王爷。本王的人赶到时，他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你果真料事如神。凑巧，凑巧而已。过来跟本王用膳。好。今日这碗膳如何？很丰盛。和往日可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今日这糖宝、蒸糕，还有这芙蓉虾，可都不是宫里的菜哦。外面酒楼的？不是，这3样美食啊，是芙蓉镇的特色美食，本王的手下刚刚带回的。芙蓉镇，你手下人真好，出差还回来给你带特产。你不知道芙蓉镇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你知道沈大柱这个人吗？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怎么啦？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事儿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随便问问。哦，王爷请。14爷如何？不出所料，他根本不是叶锦。王爷，你已经试探过了。芙蓉镇是叶锦的家乡，沈大柱是叶锦的父亲。可本王跟他提起芙蓉镇和沈大柱的时候，
他毫无反应。坏了，马甲掉了，这该怎么解释？谁？哎呀，是我！放手！疼。下去吧，此事交给本王处理。这。行。其实，我是个孤女，被我赤绝户的叔叔卖进了青楼。当时我拼命地跑了出来，但是我没有钱，差点饿死。幸好遇到了选宫女的队伍，那个太监救了我。真正的叶瑾已经病死了，他怕担责，就让我顶叶瑾的名。王爷，我进皇宫，纯粹是为了活命。我不可能去刺杀皇上，而且我对太后和王爷没有任何不利。希望王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其实你是不是叶瑾，本王并不在意。那，王爷这是？本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。什么猜测？你还记得本王给你讲过当朝国师的故事吗？记得。那你知道他的下场吗？不知道，这段小说里没写呀。皇阿玛登基之后，他被群臣弹劾，他承担了皇阿玛登基路上所有的罪孽，最后，他被以妖人的身份处以极刑。啊！天哪！你所有的卷宗，本王都已经销毁，叶瑾的父母也都安排妥当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叶瑾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我自己来，谢谢王爷。皇上，皇上。什么时辰了？怎么天都黑了？已经有时了。太医说您高烧才退，不能再睡，得醒过来动动气血。你这奴才怎么在这里？朕不是让你去彻查斗争源头之事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查清了。皇上，先喝药吧。您这几日高烧昏睡，身子要紧，先喝了药啊，再听也不迟。慈禧，你先说着，朕听着就行。可皇上，这惠贵人不必回避，你说便是。是，奴才顺着线索追查，最终查到了内务府总管的李大监。可李大监不在宫中，奴才便派人出去寻他。至于在今朝找到了他的私宅，那个不是寻常奴才住的地方，而是2品大员才能住的大宅。奴才正打算请他回宫，谁想半路有人要暗杀他，他吓破了胆，一听是皇上传召，不等用刑就立马全招了。端妃之事却是人为，而幕后的主谋是兰贵妃。毒妇，狠毒至此，朕要褫夺她的封号，废了她的贵妃之位。慈禧传旨。皇上，此事太后也知情，太后的意思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处理的不可太过高调。皇上，切莫动气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传旨。兰贵妃性格跋扈，骄纵无礼，藐视皇权，逼宫反省3个月。那个李大监胆大包天，行凶谋害皇嗣，罔顾王密，斩立决。奴才领旨。四喜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
许是我落下了什么东西？可不是，惠贵人，这是落下了天大的恩赏。惠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贵人钮祜禄氏之惠，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。自养承皇太后慈谕，册封为嫔，钦此。那奴才便向惠嫔娘娘道谢了。从此，这娘娘不只是小主，便是这真正的一宫之主了。娘娘客气了，这不折煞奴才吗？往后还要仰仗四喜公公多多关照。公公若是不收，便是和我见外了。那奴才便谢过娘娘了。本宫近来肚子愈发沉了，一阵阵的下坠。本宫真是懒得再动弹了。就是这样，才需要出来走一走，这样等到临盆的时候就不会太遭罪。昨夜，本宫做梦梦到额娘了。那是老夫人在惦念娘娘呢。奴婢这就去慈宁宫禀太后，求太后让老夫人进宫陪您说话，说不准能开恩，让她多留几天。可惜了，本宫父兄都不在京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差事办得如何。再过1、2个月，本宫腹中的小皇子就该临盆了，也不知他们能否赶回。一定能。哎，娘娘，您看那边的花开得多好，咱们去看看。端妃娘娘真是可怜。是啊，她还不知道她父兄的事儿吧？真儿姐姐一向是报喜不报忧的，端妃的父兄一向清廉，这回怕不是被人陷害了。就算是冤枉，那又如何呢？听说为平民愤，朝廷可是当众处决了他们，尸首都被灾民哄抢，连个全尸都没剩下。还有人说，处决他们的是贵妃哥哥旧部。你说这件事儿，会不会就是贵妃手艺的？娘娘！这马上就要临盆了，怎么会突然就动了胎气呢？怎么不叫了？这屋子里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哎呀，皇上，你不要过于紧张，他也许只是昏厥了。皇上太好，微臣尽力了。情况如何？端妃娘娘早产，是个男胎，出来时已经窒息，没能救活。端妃呢？端妃如何了？端妃娘娘失血过多，又伤心过度，微臣已经尽力施救了，却无力回天呐。皇上。娘娘轰了，那2个宫女呢？
已经畏罪自尽了。端妃妹妹，本宫送你一程。小说里，端妃最终也是因为家族抄斩而死，但那应该是很往后的事情了。我刻意激化后宫矛盾，本来想一起扳倒端妃跟兰贵妃，但是没想到兰贵妃是这么一出毒计，提前害死她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不怕，不怕。叶姐，幻觉，幻觉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只是一个幻境而已。小说世界的幻境，沈招娣啊，沈招娣，千万不要被幻想中的美色所诱惑。兹尔威武将军之女，佟家氏宝珠。笃生明族，聪慧贤德，品性端雅，滋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封尔为德品钦此。娘娘，佟家氏确实是今日入宫了，封的是嫔位。给的封号是德品，好一个德品！本宫费了那么大力气才斗垮端妃这个劲敌，没想到最后却是为她做了嫁衣。走了一个端妃，又来了一个德品，据说是皇太后钦点的。入宫就封嫔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儿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培养皇后候选人呢。那老东西，压根儿就没想过让本宫做皇后。皇太后毕竟年纪大了，这德嫔以后能不能成气候，能不能坐上皇后，最终也不是她说了算。德嫔那边，我们要做些手脚吗？端妃之事已令皇上和太后对本宫心生芥蒂，
暂时不宜多收事端。不过，倒是可以先安插几个奴才去他宫里。这件事情，你亲自去安排。是。14王爷，14王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拜见德嫔娘娘。14爷似乎对我的出现一点也不吃惊。皇上的圣旨已昭告天下，无人不知。昔日王爷以腿瘸为由逃避婚约，如今看来，王爷的双腿已是无碍。娘娘，太后还在等着我们，可别迟到。走吧。恭送娘娘。娘娘如今的身份与往日不同，一言一行皆有无数人注目。此番若被他人看到眼里，也不知会发生多少是非。还请娘娘以后谨言慎行。今日就让我再放纵一次，就当是祭奠我的过去。奴婢瞧着，那14爷对娘娘既无心又无情，娘娘当初没有嫁给他，未必不是件好事。他是我整个少女时期的梦，终究是意难平。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。您既已答应了老爷入宫，就更应该认清楚现实，否则一旦有所差池，倒霉的不是您自个儿，而是整个佟家氏家族。同样都是做宫女的，怎么我们这么命苦啊？如今叶瑾和14爷同吃同住，14爷还亲口承诺给了名分，这以后一出宫便是侧福晋，而我们两个至今还在做粗使宫女。哎呀，是呀，我们与叶瑾同时入宫，可现在呢，混的可真是天差地别。喂，你们两个！奴婢见过德嫔娘娘。本宫刚听到你们说到什么叶瑾、14爷，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们只是随便闲话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起来吧，你们不用害怕。本宫瞧着你们两个甚是伶俐，做洒扫宫女有点太屈才了，以后来殿内伺候吧。奴婢多谢德嫔娘娘。月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德嫔娘娘想念你做的点心，特意求到太后那儿，想要你做点心的方子。太后拗不过她，答应让你去她宫里教她做点心。如果你实在不想去，我也可以去回太后。无妨，我去准备下食材，即刻便过去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躲得过初一未必躲得过15，不如见招拆招。我们德嫔娘娘要吃你做的苹果糕，限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做好。半个时辰，至少得给我2个粗使宫女烧火揉面吧？没有，我们娘娘才刚进宫，宫中的事务还未安排妥当，哪有人安排给你？你们俩不是人吗？你们2个既然这么闲，就留下来给我烧火吧。
我们如今可不是粗使宫女，是在德嫔娘娘殿内伺候的2等宫女。就是，你自己先忙着吧，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再来取糕点。娘娘，点心做好了。糖放多了，让他重新做。是。娘娘，叶锦姑娘又重新做了一份。淡了，重做。德嫔娘娘说了，寡淡无味。好，我再做一锅。要是这次再做不好，再做不好就再做一锅。德嫔娘娘有的是耐心，你在这儿跳什么脚？你什么你？闲的？来，给我生火，过来。哎，你想得美，还不走？真蠢。太油了，太干，太软了，太硬。这个颜色，本宫不太喜欢。这个花纹，本宫也不喜欢，形状不太好，太凉了。本宫都说了，娘娘说了。这次点心火候似乎不够，劳烦叶锦姑娘再做一次。没有面粉了，那我们可不管，反正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再来取糕点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看来德妃娘娘是故意为难我。就算是故意为难你，你又能如何呢？住口！春桃姐姐，胡说八道，再次败坏娘娘名声。春桃姐姐，叶锦姑娘，今日您受累了，我们娘娘很是过意不去，请您先回去休息吧。这2位姐姐，先是在兰贵妃那儿伺候，现在又能在德嫔娘娘那儿伺候，这宫里的门路颇多呀。春桃姐姐，你需要听她胡说啊？我们也只是贵妃宫里的粗使丫鬟。就是，我们之前有旧怨，她就是故意挑拨。王爷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去做了会儿糕点。这糕点又不是第一次做，怎么这次弄成这样？
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王爷，我太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王爷，奴才问清楚了，是德嫔娘娘竟然招了叶锦姑娘过去，说是喜欢吃叶锦姑娘做的点心，想让叶锦姑娘亲自教她做。知道了，下去。这。以后要是德嫔召见，不必再去。我就是一个小小宫女，怎敢违抗德嫔娘娘的旨意？这是本王与她的恩怨，本王自己会去说。王爷，您私下跟皇上的妃嫔相见，是怕皇上对您的猜忌还不够吗？皇兄对我的猜忌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你在他宫里过得如何呀？娘娘，奴婢虽身在德嫔宫，可心却在娘娘这儿。本宫知道你的忠心，等此事一了，本宫身边1等宫女的位置便是你们的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外面虽然都说德嫔得宠，可皇上宠幸她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而且即便来了，两人相处也是淡淡的。哦，奴婢侍奉德嫔午睡时，曾亲耳听到她梦中低唤14爷。想不到，他竟是个痴情的宠子。只是痴情人，何必入宫啊？德嫔进宫已经多日，听闻皇上对她颇为冷淡。额娘不是不知道，她从一开始就对朕无意，她心里装的是14，朕何必去讨好一个心不在朕身上的人？额娘明白，额娘也不是偏疼他，他是他父亲威武大将军亲自送来的。可是皇上，你要知道，兰家在前朝势头太大，兰世恒在边关手握重兵，兰贵妃在后宫专宠独大，难免滋生不安呐。哀家只是借他平衡一下。孩儿明白这个理，只是理归理，心归心。他既无意，朕便不勉强他，朕会护着他的颜面，不至于让人笑话。如今皇上每次来后宫，10有8九都会去我那儿坐，就算是不留宿，也会陪我用膳说说话。可我这心里呀，总觉得不安稳。这皇上待你是有几分真心的。帝王之心，最是难测。那兰贵妃犯下如此大错，皇上却仅仅将她禁足，说她复仇，第一个清算的人便是我。还有那德嫔，她一入宫便是嫔位，看她的眼神，也不是好像雨的主。说是我，妹妹为何如此看我呀？我记忆中的慧姐姐一向稳重冷静，进退有度，只是很少见你有如此焦虑猜忌的时候。我近日确实是太心急了，我只是想早日替父亲平冤。其实不用着急，皇上对兰贵妃已生厌恶之心，只是忌惮她的父兄。至于德嫔，她心中没有皇上，哪怕是站在高位，皇上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。看来
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什么传言？我刚在御花园听到几个小宫女在八卦，说是德嫔心里还惦记着14爷，进宫也是为了离14爷近些。如今在宫里日日惦记着14爷，不愿与皇上同房。传播此流言者甚是恶毒，这是要置德嫔和14爷于死地啊！没错，此话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不仅德嫔会倒霉，连14爷都会受到牵连。那你可要通知14爷早做防备。暂时不用，此事的关键并不是14爷，而是德嫔。德嫔可不是善茬，她可比端妃聪明多啦，她应该知道如何应对。请太后娘娘为宝珠做主。你这孩子，起来说话。臣妾虽与14爷曾议过亲，那已是过往之事。太后也知道，我们二人之间清清白白。如今臣妾既已入宫，便是皇上的人，自然该一心一意侍奉皇上。可臣妾不知哪里得罪了人，竟被人传出恶毒流言，说我心中尚还惦记着14爷。这话一传，是要将臣妾逼上死路啊！太后娘娘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事到如今，有些话哀家不得不说。这流言之所以四起，与你自身脱不了干系。太后，妾是……先别急着分辨，哀家没说你真的做了什么，但是你心里如何想的，哀家一清二楚。你既已进了宫，就是皇妃，就该断了之前那些念想。这后宫从来不是避世之所，你想活得好，就该立起来。你自己立不起来，没有人帮得了你，哀家也帮不了你。好了，这流言，哀家会查会处置，但是你是不是也该吃一堑长一智？回去之后好好想想，该如何做才能保全自己，保住家族的荣誉。是，宝珠受教了。皇上，妾身失忆，皇上恕罪。爱妃有何不是？许是昨夜受了凉，妾身……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惠嫔娘娘有喜了，喜脉稳健。赏！今日在场所有人皆有重赏。谢皇上。走。朕即刻下旨，册封你为惠妃。皇上，树大招风，妾身害怕，像端妃娘娘那样保不住这个孩子。不，别胡思乱想。你和端妃不同，你不仅是朕皇长子的生，更是朕心目中最合适的中宫人选。朕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伤害。臣妾从未妄想过这些，只求能平安守护腹中胎儿，无愧圣心。恭
恭喜贵妃娘娘，妾身方才听闻蓝大将军平定西南乱匪，又立大功，大将军已班师回朝，待立功行赏之日，娘娘必定再次复宠。此事本宫早已得知，哥哥向来骁勇，得胜不过是常事。娘娘既早知喜讯，该高兴才是，为何如此闷闷不乐？昔年皇上与本宫两情相悦，恩爱非常，可如今因端妃之死，对本宫恼怒至极。虽以后还能重回圣宠，这份情谊也怕是淡了。妾身斗胆一言，皇上冷淡娘娘，怕并不是真因端妃。此话怎讲？端妃从未有过圣宠，她的那些宠妃待遇都是在她怀有龙嗣之后才有的。皇上重视她，怕并非因为她这个人，而是因为她腹中的那位小皇子。皇上本就薄情，可却偏看重子嗣。可如今后宫多年无出，皇嗣稀薄。正是如此，娘娘您与皇上原本就有情谊，如今只需再得一子，皇上自会旧情复燃，与您重温。哪有说的那么容易？本宫圣宠多年，却从未有缘。太医院民间良医看了个遍，都说本宫无恙，可就偏偏迟迟不见动静。什么？慧嫔怀孕了？皇上昨日忽然将自己身边2名大监赐给了慧嫔，刚刚太后特地派了2个忠心耿耿的老嬷嬷去了慧嫔宫里，想必消息是真的。她不过是个入宫不到1年、身份低贱的秀女，她凭什么？皇上当初连端妃都未如此紧张，如今却把她护得如临深渊，这是在防谁？是在防本宫吗？娘娘息怒，端妃出身世家，太后不好插手她内宫用人，而慧嫔出身平凡，正好让皇上与太后插得了手，这才给她换了这一圈的人，算不得圣眷多深，不过是她捡了个空子罢了。是啊，娘娘您不必动气，不过是刚怀上而已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站住！德妃娘娘并未传你，你拿着食盒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今日做的新糕点，想着娘娘素来喜甜，便来给娘娘送些。德妃娘娘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想不想见，还得是娘娘决定。劳烦2位姐姐通报一声。还想让我们俩给你通传？哼，我们俩今天在这儿，你就休想踏进这里一步。你说你们2个既坏又蠢，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命不久矣。我要是你们2个呀，肯定找个由头调离此处，说不定还能保一条命。你竟敢咒我们！叶锦姑娘来了，春桃姐姐，可巧我们娘娘正念叨着您呢，快请进。让开！奴婢见过娘娘。听说你是来送点心的，怎么不怕本宫为难你？今日这份点心不仅是吃食，还是药，能治娘娘的心病。心病？本宫有何心病？这道点心名叫虔诚，不知娘娘是否有兴趣它的做法？
有趣，一个小小的宫女也想教本宫前程。娘娘，您容貌美，家世好，并不屑于后宫争宠。奴婢确实佩服您的高洁，但这并不是后宫生存之道。前几日的流言蜚语，想必娘娘也已清楚。若非太后的雷霆手段，想必娘娘和您娘家的名声早已践踏至泥地了吧？那你认为本宫该怎么做？娘娘要想在后宫过得舒心，必须得有地位和权势，而这两样只有皇上才能够给您。争宠不一定要侍寝，若是娘娘能够利用自身优势，说不定有别样方式可走。本宫的优势？皇上，德嫔今日前来，可有要事？臣妾想请皇上去试菜。试菜？皇上是知道臣妾的，臣妾喜欢吃，也喜欢研究一些点心菜式。臣妾自从入宫侍奉皇上，就一直想根据皇上的口味研究一些新菜式。臣妾研究了许久，如今总算是小有所成，所以今日特请皇上来我宫里验证成果。德嫔可真是良苦用心呢。臣妾入宫就是来伺候皇上的。走吧，朕正好有些饿。四喜公公刚差人来告诉娘娘，皇上今儿不过来用早膳了，说是去了德嫔那里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奴婢听说是叶瑾给德嫔出的主意，让德嫔以美食去讨好皇上争宠，枉我们主仆一直把她当做自己人，没成想她现在为了权势，竟转头就去投靠了德嫔。此话是从何处听的？奴婢一个同乡姐妹，是德嫔宫里的洒扫宫女，是她告诉奴婢的。她为人老实可靠，绝不会胡编乱造。叶瑾近来确实跟德嫔娘娘走得极近。我相信叶瑾不会背叛我。这些话，此后莫要再提。是。太后，这是今年的新茶。哦，新茶。我来试试。不错啊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近来身体可还安好？托你14弟的福，老太婆这身体已然大好。皇儿，你这是刚下朝，不去御书房批折子，又闲心来哀家这儿。朕想向皇额娘请个主意。你这亲政多年，什么事还需要哀家帮你拿主意？朕想加封德嫔为德妃，只是她入宫时日尚浅，晋升太快恐有不妥。朕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先向皇额娘请个主意较为妥当。你往日不是素不喜德嫔，怎么才没几日便转了心意呀？朕与德嫔并无情谊，只是她聪慧果决知进退，是个可用之人。后宫无贤德之主，不能一人独当。惠嫔和她腹中的孩子，不能再步端妃的后尘。是啊，其实当时让德嫔入宫，也是为了牵制兰贵妃。如今既然她想通了，哀家也乐见其成，愿意给她个体面。不过兰大将军即将凯旋回京，他可是大功臣，兰贵妃的禁足也就解了吧。朕正有此意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德平同家氏选宫之初，奉承先命，克贤于礼，弥谢于情，柔嘉忠节，德韵温柔，特进德平为德妃，钦此。奴才恭喜德妃娘娘。恭喜娘娘。奴婢恭喜德妃娘娘得偿所愿。起来吧。谢德妃娘娘。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若不是你向本宫献计，本宫怎会想到不必侍寝，不必曲意逢迎，单凭一顿饭竟能打动皇上封妃？若是说出去，怕是没人信。正所谓存在即合理，皇上需要娘娘。你处心积虑助我，是想从本宫这里求什么？你我之间可还有旧账没有算清呢？娘娘，奴婢从未把您当作敌人，在奴婢眼里，娘娘不过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女子而已。相反，奴婢反而佩服娘娘的敢爱敢恨。佩服本宫？你抢了本宫的心上人，如今却说什么佩服？你可真会说话。娘娘既入宫，自是背负家族期许。如今封妃是一时风光，宫中局势诡谲，后宫非战场却胜似战场。娘娘强敌环伺，内忧外患，实在是不必把心思放在奴婢这个卑微之人身上。更何况，奴婢是娘娘的助力，而非阻力。你果然不是俗物。本宫输在你手上，倒也算不得太辱没。你看这块多好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也特别好看，对吧？给德妃娘娘请安。各位妹妹快请起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何必多礼？今日阳光正好，花开的也旺，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如一道赏赏这满园春色。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呢。能与娘娘同游，是我们的福气。她才入宫多久，就成了妃？可她终究越不过娘娘。从前端妃也是妃位，怀了皇嗣便能压本宫一头。如今这个德妃年纪轻，家世好，美貌更胜端妃，还比她聪明100倍。日后若让她诞下皇子，本宫还有何胜算？娘娘别说丧气话，大将军就快回京了，他最疼娘娘了，定会为娘娘想办法。皇上近日对兄长多有不满，后宫之事又何必再牵扯兄长？妾有一连环计，可助娘娘扳回这一局。翠微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贵妃娘娘想吃你做的点心了。贵妃娘娘想吃什么，我这就去给她做。我们娘娘嘴巴挑，想吃新鲜的。叶锦姑娘，不如去我们宫的小厨房做。好，请吧。王爷，回来了。
今晚兰贵妃找你何事？没事，我先回房了。等一下，看你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定有事儿。为何你不试着信任本王呢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惠嫔的身子日渐沉重，就不要来慈宁宫请安了。谢太后娘娘体恤，不过太医说臣妾需每日多走动，臣妾不妨事。每日多走动，可以去御花园走走，不要往热闹处凑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罢了，今日请过安了，便都散了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嫔妾要揭发惠嫔杀害秀女秋玉之事。你说什么？1年前选秀，秀女秋玉暴毙房中，那时都以为凶手是宫女叶瑾，后来叶瑾洗脱冤屈，但真正的凶手始终未查清。如今嫔妾手中有物证，足可指认当年真正的凶手，此人正是惠嫔。这后宫刚清静几日，你又再起风波。萧贵人，你要知道，你若拿不出真凭实据，以下犯上之罪，你可担得起？嫔妾有证据，证据就是这朵珠花。这的确是惠嫔的珠花，惠嫔选秀之前日日都带着它。秋玉死时，验尸官言她指尖血痕重重，显示死时死死抓住某物，但那时并未找到此物。后来，臣妾在她头七之日过去祭奠，无意之间便在床榻夹缝之中找到了这只珠钗。近日才知，这是惠嫔以前常戴的发饰。你若无旁证，仅凭此物，岂能与人定罪？太后，臣妾愿做人证。那日秋玉遇害，惠嫔却曾外出，回来时神色惊慌。既如此，当年你为何不说？当日臣妾虽疑窦重重，却因出入宫门不敢多言。如今实在夜不能寐，梦魇缠身，才决定说出实情。惠嫔，你如何说？回太后娘娘，嫔妾没有杀人。你们觉得呢？如太后所言，此案久远，且人证物证皆存疑，臣妾不敢妄断，但只觉应谨慎为上。臣妾觉得此案应该彻查到底。彻查？若太后信任臣妾，不如将此案交给臣妾来审理，臣妾定会给太后一个交代。臣妾愿协助德妃审理此案。那再好不过了。除了惠嫔和柳答应，其他秀女皆有不在场证明。惠嫔，你好好想想，可有事发时你在别处的人证？回贵妃娘娘的话，嫔妾没有。那就是说，秋玉之死，你无可辩驳。嫔妾还是那句话，嫔妾没有杀人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又拿什么自证清白？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惠嫔，也未必说明惠嫔就是杀人凶手。奴婢见过贵妃娘娘、德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储秀宫除了在座的各位小主，还有很多宫女和太监。此案若要重审，当年那些宫女和太监全部都要重新问话，更何况今日现场的小主们口供未必可信。
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做伪证呢？叶瑾，你在说什么？奴婢今日也有一份物件，想要呈给大家看一看。当年秋玉遇害，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。这个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。若按这个逻辑找凶手，那奴婢认为发钗的主人便是凶手。这发钗不是柳答应的吗？柳答应，你既无不在场证明，对此你作何解释？嫔妾当时在房间里睡觉。有人证吗？皇上驾到！众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荒唐！一场陈年旧案，没有证据就被翻腾出来，搅得后宫不得安宁。皇上救命！是柳答应以家父家母的生命为威胁，让臣妾诬告惠嫔。嫔妾没有，那周话便是你给嫔妾的。今日的诬告之计，也是你让嫔妾说的。是萧贵人诬陷我，嫔妾真的没有。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将柳答应拖去慎刑司。若诬告属实，杖毙。救我啊，娘娘！是你让我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杖毙！来人，带走！娘娘，嫔妾都是为了你啊！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来人，召太医。这。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确实是柳梅指使的，但以他那个脑子，他想不到如此周全的计划。十四爷替我查过了，这背后还有一个人，是云溪。云溪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因为嫉妒，同时也可以讨好他们的主子兰贵妃。这一招实在狠毒，虽说时日已久，证据不足，很难定我的罪，但正因证据不足，我也很难洗脱嫌疑。没错，姐姐如今怀有皇子，又有皇上宠爱，这事确实要不了你的命，但杀人嫌疑4个字扣在你头上，便是你一生的污点，以后你在后宫的位分也很难晋升了。来日即便诞下皇子，也未必能养在膝下。如此，兰贵妃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解决了你这个心腹之患，还真是歹毒。今日多亏了妹妹替我破局，否则我早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你我之间何必说如此生分的话？今日之事，你正好借由受到惊吓而诟病，关上门来好好养胎。如今德妃上位，兰贵妃有了新的对手，暂时不会只盯着你了。可我这肚子还有几个月便要临盆，万一他趁我临盆的时候动手脚，叶姬妹妹，我好害怕。到时候你会在我身边，你会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肯定会陪着你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在你身边。妹妹的恩情，我记一辈子。好啦，我们先回宫去。贵妃她
无碍吧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这是喜脉呀！什么喜脉？娘娘她有喜了。皇额娘，怎么了？贵妃她有孕了。哦，贵妃头些年伤了身子，这些年肚子一直没能有动静，怎么突然有孕了？是不是诊错了？郑太医和张太医皆为妇科圣手，他们都为贵妃号过脉，不可能出错。嗯。那贵妃这一胎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理？既然来了，便是朕的骨肉，朕希望她能平安出世。皇上长大了，既然有了决定，就妥善安排吧。那儿臣便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额娘有何事吩咐？陪哀家用顿膳吧。咱们娘俩很久没有坐到一起，好好谈谈了。听说西南边陲有些官员横征暴敛，以致苗民揭竿而起，已经攻占了多地。额娘消息灵通。你连日来召集大臣议事，这么大动静，额娘怎能不知？额娘年纪大了，有些年不问政事。但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向额娘知会一声。额娘如今应该安养天年，儿臣若时不时拿政事来烦扰额娘，岂不是不孝？兰贵妃兄长曾驻守过西南，和苗疆打过交道。照理说，平叛之事由他带兵最为妥当。只是，自他入京以来，一直称疾在身，闭门不出。朕屡次召见，他皆推辞不应。难道本朝再无可用之将？这些年，兰氏父子权倾朝野，朝中诸多武将皆是贵妃派系。如今仓促动兵，一时之间，恐怕很难和兰氏撇清关系。那就用你14弟当年平定西南，老14也在军中，也跟苗民打过交道。他是你亲弟弟，对你忠心耿耿。若由他挂帅，岂不最为稳妥？小说里的14，不正是命丧西南吗？太后娘娘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养神汤。听说您最近夜不能寐，这碗汤最是安神，喝完能睡个好觉。还是你这丫头啊，最为贴心。您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听闻西南起战事，太后娘娘意欲让14爷出征。你是在担心老14呀？奴婢心中不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建功立业。再说他又不是独自去犯险，那么多人护着呢。其实奴婢担心的，并非疆场之险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奴婢有一旧闻，说给太后娘娘听。好。昔年，周朝有一位国公，名曰郑庄公。其生母姜氏偏爱幼子公叔段，对郑庄公百般冷淡，甚至图谋废长立幼。庄公表面容忍，实则暗中设局，终将弟弟置于死地，亦将生母姜氏幽禁于台上10余年。世人只叹是兄弟戏强，母子决裂，但这祸根
就是那一场偏爱与干政。你将哀家比那姜氏。太后娘娘，只是太后若怜惜14爷，因护他清静远离朝政，而并非将他推入这漩涡之中。放肆！胆敢妄议朝政，来人！太后恕罪，只是奴婢所言句句发自肺腑，还望太后明察。瑞珠，带他去经堂，好好抄经，好好反省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额娘，叶瑾定是无心冒犯，还求皇额娘宽恕。他不是无心，他是心太多了。额娘，你要是还想再见到他，就不要再替他求情。这孩子的性子得好好磨一磨，否则这般莽撞，哀家可不放心他在你身边伺候。小个人能改变命运，王爷一定也可以的。但到底是想个什么办法能阻止他去西南呢？王爷，叶瑾，你到底跟太后说了什么？为何她这次会如此震怒？我不过是跟他讲了郑庄公的故事。你为何？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命运，王爷，你听我说。叶瑾，你若去西南，必死无疑。叶瑾，叶瑾，坐。你坐。叶瑾，你没事吧？贵将军已抵达西南，他自幼在西南成长，对此地的地形风俗了如指掌。他所率领的云南精兵擅长于山地作战，臣以为此战可期。朕既主意于他，自然是相信他的能力。皇上英明，可笑蓝氏父子竟然在朝堂之上施压于皇上，妄想逼迫皇上妥协。岂不知皇上早已设下了棋局，待到真相大白之时，恐怕西南早已平定。蓝氏父子这些年嚣张跋扈、专权擅使，不过是欺朕年少。这一次，朕要让他们明白，他们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今日议事到此为止，诸位先下去。臣等告退。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昨夜太后娘娘犯了心疾，太医诊断建议太后迁居静地调养。这不一早上，整个慈宁宫都在张罗。瑞珠，太后醒了，快把温治的药拿进来。太后，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医吩咐，若您醒了，得先把这碗药喝下去。喝什么药啊？哀家这把老骨头，碍了人的眼。有些人巴不得哀家早些去。太后娘娘切莫多想，您昏迷那阵，皇上可急坏了。
一直守在床前，只是方才急报送到，军情紧急，这才去了前朝。14爷病重，得知您昏迷，非要过来市集，好歹让人劝下了。做这副姿态，都是做给旁人看，一个个的没良心。日主啊，哀家筹谋一生，不过是为了这2个儿子，可这2个儿子，一个个的不领情。你说，哀家错了吗？太后娘娘慈母之心，怎会有错？奴婢来自草原，我们草原有一句古话：雏鹰若想翱翔9天，必得独撑风雨。太后应该替皇上感到高兴，他撑得起这江山，才是真正长成了。王爷，你还好吗？我这一觉睡得好累，就像身子骨散架一样。叶姐，答应我，永远都陪在我身边，好吗？我带你去找皇额娘赐婚，我要你做我的父亲，唯一的父亲。然后，我们就远离朝堂，远离是非，做一对潇洒的闲散夫妻，好吗？王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我不能跟你一样离开皇宫。为何？因为我的陪着智慧，只有她当了皇后，我才能回去。我不是叶锦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不属于这个皇宫，我不属于这座城，我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你又在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王爷，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对不起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只要你在这里一天，我就会在你身边护你周全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哪怕你有别的归途。一直以来，你替我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又因为我错过了和14爷在一起的机会，我这辈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你只需安心待产，平安的把这一胎生下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奴婢给惠嫔娘娘请安。我们贵妃娘娘想吃叶锦姑娘做的点心，还请叶锦姑娘一步一堂。奴婢今日身体不适，恕不能前往，还请贵妃娘娘见谅。我们贵妃娘娘身怀龙嗣，这些日子胃口不佳，好不容易有了想吃的东西，还请叶锦姑娘莫要推辞。叶锦确实身体不适，
翠微姑娘又何必强人所难？叶锦，我们走。保护惠嫔是你们的职责，但今日之事与惠嫔无关。叶锦不过是一个小小宫女，公然违抗贵妃的旨意，你们难道要为了她而得罪贵妃娘娘吗？你，惠嫔娘娘还是别多管闲事。今日一早，皇上便去了京郊大营，如今宫中无人能为您撑腰，凭您之力，又怎能违抗贵妃娘娘的旨意呢？来人，把她给我带走！放肆！我看谁敢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拦下来！惠嫔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保护您，旁人不在奴才职责之内。今日此局难破，智慧恐怕护不住我自己会走，跟你们去便是了。带路吧。叶锦，帮我给十四爷传个话。奴婢叩见贵妃娘娘，听闻贵妃娘娘想吃奴婢做的点心，奴婢这就去。点心？你以为本宫叫你来是为了吃东西？从你去帮惠嫔的那一刻起，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本宫奈何不得惠嫔，可要你的命，却比杀一条狗还容易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杖毙！谁敢动我？我是慈宁宫的人，若要处置，得禀明太后。太后，本宫曾为了皇后之位处处讨好。可如今本宫看透了，那皇后之位从来轮不到本宫。既如此，本宫又何必处处顾忌？动手！放开我！娘娘。既然叶锦说14爷能够救他，我们派人送封信就够了，何必如此忧心？不能告诉14爷。14爷只是个亲王，无权插手后宫之事。说是他贸然出面，反倒落了别人画饼，得告诉皇上。可是皇上如今在京郊大营，且他素来不喜叶锦，未必肯管这事啊。所以我得想个法子，一个让皇上非得回来，非得见我的法子。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你这么多年独宠却无所出，你就没有想过原因吗？放开！住手！你知道什么？奴婢知道，贵妃娘娘初入宫，皇上最爱您这一身肌肤，夸您肤若凝脂。自此，贵妃娘娘便对养父愈加上心。后来因为太医投您所好，献上一味甜如蜜的白露饮，至此，贵妃娘娘一日不落。对吗？这白露饮是绝育汤。胡说八道！贵妃娘娘的母家子嗣兴旺，您的5个姐姐皆有儿有女，可
可偏偏您独宠多年，却未所出。可太医却说您一切都好，除了这白鹿饮，您还想到了什么？娘娘，惠嫔娘娘有急事求见。怎么，她要临盆了？太后和皇上比谁都重视她，身边一群人伺候着。接生嬷嬷和奶娘早就准备好了。如今本宫虽协理6宫，她那里的事，本宫可一样都插不上手。她是为了叶瑾而来的，说是兰贵妃忽然派人将叶瑾抓走了。找本宫救叶瑾？哼，她到底是想救人，还是想他死得快？有意思。你想说什么？要不还是让他先进来叙话吧。要是让人看见他一直站在咱们宫外，还说咱们欺负他呢。进来之后呢？他这大着肚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本宫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他一个太医，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贵妃娘娘英明，一下就想到了关键。是太后，不，是皇上。你可真会编笑话。是不是说笑？娘娘心里清楚，皇上忌惮您的父兄，怎会让你诞下皇子？叶瑾，你休要挑拨离间，你说的那些全部都是臆想。贵妃娘娘每日都饮白鹿饮，若是像你说的那样是绝育汤，娘娘怎会怀孕？这就是我说的第2个秘密，跟那孩子有关。娘娘，你休要听他胡言，一定要把他拖出去杖刑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娘娘服用多年的白鹿饮，不可能有孕。如今这太像是假孕药的效果，荒谬！娘娘每日辰时必服一药，否则胎象不稳，对吗？此药有毒，一日不饮，娘娘便生不如死。这下药之人，对娘娘恨之入骨。娘娘，你别听他胡言，是不是胡说？一试便知，停药1日便知真假。这药，本宫早就停了。如他所说，这胎来的古怪，本宫从宫外请了名医来看，他一眼便看出这方子有问题。云溪，你可知本宫今日为何叫你来？我，今日天清气朗，适合杀人。来人，拿下他！娘娘，你不要听他的，娘娘不要听他胡说。德妃娘娘，嫔妾有要事要求见德妃娘娘，还望德妃娘娘一见。娘娘，我们先回吧。既然德妃娘娘不愿意帮忙，再另寻他法。惠嫔娘娘，您身体要紧，还是回宫歇歇去吧。德妃娘娘，皇上让您协理6宫，后宫之事就该由您做主。如今叶瑾性命垂危，您却闭门不出，这是何道理？娘娘，若是德妃娘娘因九月不肯相救而袖手旁观，嫔妾求德妃娘娘，嫔妾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。
着去地底下讲吧。本宫今日乏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啊，动手！德妃娘娘，求您看在嫔妾的面子上，救救叶瑾吧！娘娘，你何必如此啊？娘娘，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老贵妃，我是自有够的人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老贵妃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德妃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我知道所有人的结局，唯独不知道自己的。也许这样死了，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好疼啊！王爷，再见了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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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我们回去吧，娘娘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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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。住手！怎么？你想救他？本宫要杀的人，可活着走不出宫门。不要！叶瑾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皇上驾到！14住手！今天谁也别想狼本王！你想杀了本宫为他陪葬？来呀！叶瑾流血不止，你难道要看着他死在你面前？快传太医去慈宁宫。今日之事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叶瑾，我们走。贵妃身患重症，即日起闭门养病。养病？本宫没有病，病的是你们，是你们所有人！真是个疯子，把他给镇压下去！皇上，不好了，和妃娘娘见红了。娘娘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娘娘，来，娘娘，用力！娘娘你别害怕，来，用力，娘娘，用力啊，娘娘，使劲！娘娘，千万别泄娘娘气啊！你别害怕，娘娘，加把劲儿！娘娘，用力，用力啊，娘娘！来，再加把劲！娘娘快了，就快了，就快了！用力啊，娘娘！用力呀，娘娘！娘娘，来，使劲啊！娘娘，快了，看到头了，看到头了，娘娘！叶瑾，叶瑾，叶瑾，你还好吗？叶瑾。
王爷，我要回到我的世界了，你不要太伤心。不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抛下我，留下来陪伴我，留下来陪伴我。王爷，我来到这儿遇见你，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也不想走，但是我时间不多了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叫沈招娣，25岁，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心上人，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好，白首不相离，好吗？好。皇上，祖宗的规矩，男子不可进产房，更何况您是皇上。惠嫔娘娘积恩自有天下，必会母子平安的。朕原以为德妃能妥善处理公务，没想到她竟如此无能，犯下此等大错，不仅愚昧，更是贪婪。司机你旨，德妃骄横跋扈，违逆宫规，废除其封号，褫夺其掌管6宫之权。奴才领旨。再加把劲儿啊，娘娘！快了，快了，用力，用力！别泄力啊，娘娘！再使劲儿，就快了，娘娘！再加把劲儿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皇长子降生，母子平安。启奏皇上，贵将军一战定乾坤，西南战事大捷！大捷，好一个大捷！此乃天赐祥瑞啊！皇长子真是朕的福气。传朕的旨意，贵将军战功卓著，特赐封为镇南大将军，赏白银1万两，赐府邸与田产，一时褒奖。朕的皇长子，此小名为祥瑞。你不许走！月景姑娘，该喝药了。我都快死了，还喝什么药？张太医说了，匕首歪了1寸，看着很严重，其实不是致命伤。别说下辈子了，这辈子还没过完呢。喝药。这下老底儿全露了。Oh my god！ 皇上。慧儿，慧儿，别强撑，朕来看你了。皇上，好好养着，待你康复，朕定会让你名正言顺，受尽荣宠。皇上恩重如山，臣妾不敢当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并非出身钮祜禄氏，是为湖州知府云天赐之女云慧。臣妾父亲一生清正廉洁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却被奸佞陷害，惨遭杀害。臣妾今日要为父亲鸣冤。爱妃有话慢慢说，朕听着。那是10年前的旧事了。为昭明父亲冤屈，揭露兰家罪行，臣妾这些年暗中搜集证据，皆写于这些血书当中。此为兰家罪状18条，条条触目惊心。臣妾愿意性命担保，这一切皆为事实。这些年来，朕蒙蔽于兰氏的谗言之中，竟未曾发现祸害如此深重。若不铲除祸根，天下难安，百姓难得安宁。你这血书来的正是时候，
慈禧，传朕旨意，严查兰氏罪行，必须彻查清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平钮祜禄氏，知慧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，故令其掌管6宫，册立为后。这一场宫变，座上人换了面孔，知慧翻手为云，一步登天做了皇后。可我和14呢，在这深宫里，我们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安稳？王爷，我们成亲吧。你说的可当真？嗯。那我明天便通知内务府准备婚事。不必大动干戈，在我们那个世界，只要登记一下，交换信物，就算成亲了。信物？这块玉佩是我从小戴着的，那我把它送给你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戒指就是那个信物，但我没有准备南戒，就先把这个送给你。叶锦姑娘，皇后娘娘请您单独过去一趟。好，我去就回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，不知皇后娘娘召见奴婢所谓何事？你我姐妹何必如此客气？你还像从前一样喊我一声惠姐姐。奴婢不敢。你我之间，终究还是生分了。昨夜子时，兰贵妃被打入冷宫，清晨4刻。兰氏一族满门抄斩，你我的仇，如今算是都报了。接下来，你如何打算？奴婢打算跟14爷一起出宫去，从今往后不再过问后宫之事。出宫也好，天高海阔。只是，我多少有些舍不得你。娘娘言重了，娘娘现在是皇后，地位稳固。膝下还有皇长子傍身，纵使没有我，以后在这宫里，再无人与你争锋。这杯酒，就当是我为你出宫践行，也算是谢你曾陪我走过那么难的路。皇后娘娘的心意，奴婢领了。好酒。
不对，叶锦前几夜就已经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？叶姐，叶姐，叶姐，本是旁观情，怎奈一生不由己。算尽了机关，却算不透相遇繁华，似锦步步是仙气。他自真如梦，偏偏遇见你，麻木虚妄为你身影清晰。明知是梦比写就的结局远贪恋你眼中片刻珍惜。真若真真假，谁又能分清？你言辞几句苍晚一千计，似曾相识却又遥不可及。他你来处寻不到踪迹，仿佛你是天外一缕游丝。本是旁观情，怎奈一生不由己。算尽了机关，却算不透相